这个穷老头每天只能吃一个过期面包，连一瓶牛奶都要喝上2个半月。年近90的他本以为自己就要这样过完这可悲的一生，没想到在他90岁生日这天，脑海中猛然响彻起一道宏伟的声音：能量储存完毕，亿万倍天赋系统正在激活。系统。当初穿越到这个以天赋决定命运的世界，江源无数次幻想着自己能够激活系统，而如今他都即将入土了，才告诉他系统开始激活，但他还是非常激动。系统第1阶段开始解锁，100倍天赋激活。刹那之间，我只感觉大脑快速运转起来，各种奇思妙想不断的浮现。爸，你怎么了？没什么，就是感觉身体有些不舒服。蛋糕你们先吃，我回房间一趟。江源回房连忙拿出那本战力增幅书籍，这是一本名为镇拳的秘籍，他终其一生也才修炼到第1层，而现在他仅仅看了不到2分半钟，就已经全部领悟。这就没了。他以前看这本书如同在看天书，如今却是像看幼儿读物一般。如今我修炼成功，岂不是可以发挥出9重的增幅？江源不自信地想着，决定出去试试自己的权力到底增长了多少。随后他来到小区的一处老年健身场，其中就有着一件力量测试机。江源四周看了看，确定没人才走到机器面前。我因为气血倒退，权力恐怕只有400多，距离最低的武者要求500还差一些，不知道领悟镇拳后能不能起到效果。江源深吸一口气，面色凝重，拳头猛然握紧，一拳轰出，机器轻微震颤一下，屏幕上面就显现一行数字：457斤。如果不用镇拳增幅，3天后的测试必然被摘取武者的头衔，那我将会失去最大的经济支持。想到这里，我的眼神锐利了起来，拳头再次扬起，下一秒猛地轰出。拳头碰撞的瞬间，机器出现剧烈的震荡浮动，数值从原先的457开始疯狂上涨，最终定格在914斤才停止。这才只是镇拳的第1重增幅，要是打出第9重，那岂不是达到4000多斤？随后我再次握拳，拳头疯狂地落在机器上，每一拳的增幅都在疯狂叠加。当我停下来的时候，屏幕上的数字定格在4113斤，已经达到了高级武者的行列。这9重增幅就已经是高级武者了，而且我感觉这镇拳还可以创造出第10重，甚至更高。系统第1轮就给了他100倍天赋，要是完全觉醒，那整个宇宙都没人能超得过他。想通之后，他转身向家的方向走去。江爷爷，早上好啊！江源此时正急着回家，并没有注意到二人。哼，这糟老头子傲得很。你怎么这么说，江爷爷？他可是大灾变第一批抵抗在前线的勇士。哼，要是我活在那个时代，这把年纪早就50了，我怀疑他气血都已经退化了，还是不是武者都是个未知数。男子缓步走到机器前，刚准备挥拳测试，却看到屏幕上还没有淡化下去的数字。这怎么可能？我的天啊，4000多斤权力，这个屏幕还没有熄灭，这意味着大概在3-4分钟前有人使用过这个机器。3-4分钟前有人使用，可这里一个人都没有啊！两人对视一眼，一个可怕的想法在两人脑海之中浮现：是江爷爷所为。想到这里，男子额头瞬间就冒出冷汗。他现在应该有80-90岁了吧？这属于气血快速衰退的阶段，现在还能达到高级武者的境界，岂不是说他年轻的时候最少也是宗师，甚至是大宗师？而江源刚进门，就见慕容清月坐在客厅，明显是在等他。老头子，你这是又出去锻炼了？如果真的无法成为武者就算了吧，明天我就出去找个工作，到时候没有津贴也没关系。江源身体一颤，没想到隐瞒了这么多天，还是被老婆给发现了。放心，没事的，一切都会好起来了。我知道还有3天就是1年1度的武者测定，但你毕竟老了，身体无法支撑这些剧烈的运动，所以放手吧，不要再勉强自己了。我知道你担心我的身体，我有分寸的。他也知道江源的脾气，也没再劝他。而2楼的拐弯处，听到这些的江浩愣在原地。小浩子，看来你们家庭经济出了点问题啊。此时江浩手腕上突然飘出一个虚影。我知道，不用你废话。没事，只要你找到我的飞船，那里面有无数的原石，够你成为这个世界的最强者了。给我闭嘴！这手腕是他逛街时无意间买下的，没想到里面竟存在一个外星的人工智能。随着大灾变的到来，人类的各种修炼功法和外星的修炼体系也在不断挖掘和融合，这也是人类强者层出不穷的原因。别对我有这么大的戒心，我也是为了你好，有我的辅助，你可以轻易超越你们地球的3尊巨头，但是前提是你需要得到原石，只有经历过原石的洗礼，你的天赋才会增加，才能参悟更加厉害的武学盛典，到时一飞冲天。不管太美如何的诱导，江浩都是面色不变，丝毫不为所动。
回来之后，江源马上开始推演镇拳的第10重，在百倍天赋的加成下，仅仅2个半钟就推演了出来，一拳下去就能打出10倍的增幅。这100倍天赋都如此恐怖，要是激活了亿万倍天赋，那岂不是这世间一切东西在自己面前都没有秘密？随后江源继续冥想，准备推演第11重。而与此同时，锻炼场内江浩正在一拳拳挥舞，头顶更是冒腾着热气，这是气血充盈的表现。小耗子，坚持住！你距离武者只有一步之遥，只有你强大起来，才能找到各种好东西。倒是给你父母延长个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寿命都不是问题。听着这一道道诱惑的声音，江浩疯狂的挥拳，身上的气血沸腾的声音更加汹涌，仿佛身体某个部位被突然打开一样，顿时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充盈着全身。他知道自己这是冲入了武者行列。不错，天赋还可以，虽然只是最低级的武者，但从这一刻开始，你已经超越你的父亲了。而江源经过一夜的推演，也将镇拳完善到12重，同时他也感觉到了极限。这镇拳是我接触到最为高级的功法，想要更进一步，就得购买一本高级拳法来融合，这样才有可能碰撞出其他想法。随即他马上打开电脑，很快他就锁定了一本售价10万的增幅拳法气崩拳。与镇拳不同的是，这拳法主要是增幅速度。看着10万的价格，江源纠结了半天，最后还是决定买下。就算不买，10万块也支撑不了多久。我才90岁，正是拼搏的年纪，怎能如此畏手畏脚？购买完成后，江源开始打坐恢复气血，而刚闭上双眼，他就惊愕发现自己体内那蓬勃的气血，比以前不知强悍了多少倍。怎么可能？一夜的时间，我的气血竟然增长了这么多！不行，我要去测试一下。江源急匆匆跑了出去，没多久就来到了锻炼场。和晚上不同的是，此时场内聚集了不少人，江源无奈，只好在一旁等待，毕竟暴露了实力，也容易摊上麻烦。直到人群全部消失，他才来到测试机前，一拳轰出，只见上面浮现出1280斤的数字，这还是我没有施展镇拳的力量。只是一晚就增长了800多斤，难道这是镇拳推演到12层之后产生的好处，可以不知不觉间增加我的力量？我随即运行镇拳，猛地又轰出一拳，机器上面的数字飞快的增加，很快就达到了机器所能承受的上限，击打的地方更是出现了一个拳头的凹陷。按照此等计算的话，第12重的镇拳增幅将达到恐怖的15516斤，这已经是初级武师实力了，而且距离中级武师也不遥远了。江源没再逗留，趁着没人连忙向家走去。在他回到家不久，他购买的气崩拳也送了过来。江源再次把自己关了起来研究。太美，我现在的力量大概有多少？你能不能计算出来？我是人工智能不假，但我可不具备虚拟化数据评估。而且你们这破小区不是有个机器吗？你上去打几拳，不就知道自己现在到了什么水平了吗？呸，真是没用。江浩嘀咕了一声，便朝着小区锻炼场走去。远远就见一群人正团团围着测试机。怎么了？上午的时候还好好的，等我们吃过饭之后，这个机器好像就出了问题，上面显示着1万，不管我们怎么测试，数据就是不变。不会是有武师来过吧？应该不会，这种老式机器上限就1万点，哪个武师没事用这个来测试自己的战斗力？小耗子，别看了，机器的确坏了，不过不是自然坏的，是被人打坏的。哪个武师闲着蛋疼，没事打坏这个干什么？谁跟你说是被武师打坏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应该是一名武者打坏的。怎么可能？一个武者怎么可能打坏这个？我就说你小子鼠目寸光吧，我从这上面感觉到一股征服的味道，应该是有人动用了拳法类型的征服效果，而且领悟的境界还不低。增益类型的功法在我们人类世界完全就是个鸡肋，就算是世人公认最容易领悟的一种刀法增益，也才有人修炼到第3层而已。那是你没见过真正的天才，就你们这里的低端增益功法，人家1个月就能修炼到大成，你的路还远呢。不过有我辅助你，你未来的道路绝对能一飞冲天。而此时的江源并不知道自己把小区唯一的测试机器给打坏了，正在修炼着气崩拳。这气崩拳经过我简单的修改之后，其价值几乎和镇拳等同，应该也可以推演到第12重。要是我能将2种拳法的精髓结合起来，应该就能创造出一本更加强大的增益拳法。江源越想越是激动，开始认认真真的推演气崩拳后面的重数。转眼一天就悄然过去，慕容清月看着在本子上涂涂改改的江源，劝阻了几次，也就不再管他了。终于在当天晚上，这本最为契合他的功法终于问世。江源将其命名为神脉经。神脉经分为9层，每层都能提升使用者10倍的增幅。从这一刻开始，神脉经将会震撼一个时代。
老头子，有把握吗？慕容清月站在江源身边，有些担忧地看向他。放心吧，如果没有信心，我早就放弃了。爸，加油！爸何时让你们失望过？爸，如果测试不合格，不要勉强，这个家还有我。你小子好好上你的学，别胡思乱想的，家里有我在，还倒不了。随后江源就踏上了前往测试的大巴车，向着测试地点开去。这个穷老头年近90，气血早已跌落了武者境界，没想到竟突然激活了亿万倍天赋系统，短短3天时间战力就突破到了武师，连测试机被他给一拳打爆。江源跟随队伍来到了测试大厅，现场早已人满为患，差点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哟，这不是江哥吗？江源刚坐下，前方就传来了一道戏谑的声音，顺着声音看去，就看到一个80多岁的老者带着一个15、16岁的小姑娘走了过来。老李，江哥，没想到你竟然还敢过来参加测试，你这个年纪，气血应该早就衰退的不成样子了吧？怎么来看我笑话的？岂敢啊！你可是我当初的队长，我怎么敢看你笑话？不过你都这把年纪了，不会还没有后吧？这是我的孙女，天赋就马马虎虎，如今16岁了，才刚刚踏入武者。江源听后嘴角一抽，知道对方这是过来炫耀。好了，我就不陪你聊了，我这孙女马上就要测试了，我先带她过去。江爷爷再见。江源看了一眼手上的号码，也起身朝着3号大厅区域走去。上批完成评定的人也走了出来，有人激动，有人脸色苍白，显然是没有通过测试。现实还是那么残酷。测定开始，10分钟之内你可以随意出拳，不论次数。到时我们会删除你攻击的最高值和最低值，平均测定你的攻击力达到多少斤。江源微微点头示意，随即走到机器前，一拳轰出，机器的数值开始疯狂的增加，呼吸之间破百，并且还在疯狂增加，直到在2100的数字才停了下来。这老头气血整整衰落了30多年，竟还能保持2000战力，巅峰时那的是多么强大的存在。江源没想到他短短1天又提升了800多的气血，他这一拳可完全没有施展增幅拳法。那就让我看看我的极限到底达到了多少。随即江源施展正拳，一拳轰出，数字再次疯狂增加，转眼间就达到4200。90高龄竟还能保持在高级武者战力。然而江源并未停止，拳头疯狂的击打，直到最后一拳结束，江源沸腾汹涌的气血才平静了下来，自身仿佛进入到一种悟道的状态，隐约间抓住了正拳第12层的构思。看着显示的23000多战力，测试员也是愣住了。不过见江源没动，他也不敢上前打扰。时间就这样缓慢流逝着，转眼间就过去了10分钟。测试时间都过了，怎么还没出来？而江源这时才睁开双眼，正拳第12层也被他给完善了出来，连同神脉经的第2阶段也有了一些头绪。老先生您醒了。真是不好意思，人老了容易瞌睡。我的测试通过了吗？通过了。那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快看那个房间，出结果了！天啊，竟然破万战力！这都是中级武师了吧？怎么跑到我们这里来测试？不是应该去更高级的地方吗？而刚向外面走去的李成，听着身后的惊呼声，转身看去，瞬间倒抽了一口凉气。那不是江源进去的房间吗？只见江源被测试员恭恭敬敬地送了出来。原来江爷爷是武师，好厉害啊！随着江源一步步走来，四周的人纷纷让开路来，甚至看他的眼神都有些躲闪。毕竟在普通人眼中，武师就是高高在上的存在。江哥，小家伙，好好努力，爷爷看好你。谢谢爷爷。江源说完，直接从李成身边走过，没有丝毫搭理他的意思。在江源离开不久，他的测试成绩也被上传到5级武馆。我靠，这老头无敌了！听到他的惊呼，3名武师也转头看了过来。小张，鬼叫什么？是不是有人作弊？刚上传到的资料，这老头连续30多年的气血衰退，竟还能保持中级武士的实力？不可能吧！如果他巅峰时是战将级别的人物，凭借他们的功勋早就进入到国际养老院了，怎么可能来参加这样的普查？是啊，如果是战将级别的存在，不可能缺这每月10万块的补贴。我怀疑此人是作弊了。这样吧，让这个老头明天来我们武馆重新进行一次测试，到时候是不是作弊就知道了。听到对方的话，众人都赞同的点了点头。测试回来后，江源就着手开始构思神脉经的第2层。测试时，他就对第2层又有了新的感悟。
神脉经已经推演出了第2层，阵拳也差不多达到了极限，最多也就推演到第13层。下一步就是要触类旁门，需要了解更多的拳法，才能好好推演自己的神脉经。想通之后，江源便沉下心，继续推演着神脉经。经过白天的突破，江源估计他的基础气血起码已经达到了6000。第2天一早，江源便出门前往了5级武馆。昨日他就收到了武馆的消息，要他过去进行第2轮测试。老爷爷，您有什么事吗？我是江源，昨日武馆通知我来测试的。好的，我现在带您过去。与此同时，在武者大厅的几名武师也得到了消息。没想到这老头子真敢过来啊！不知道是有几分本事呢，还是真以为自己是武师了？估计之前是用什么不当的手段黑掉了测试机器。既然敢来，那我们就一起过去看看，别又被人家作弊得逞了，到时候我们脸上都挂不住。很快，江源就来到了第59层。一眼过去，清一色都是100万级的战力测试机。张师，人我带来了。男子并没有说什么，只是眼神冷厉地看向江源。你这次在普查中实力比较突出，达到中级武士的境界。根据上面的意思，对你进行最后1轮检查。如果确定实力达到武师之境，我们5级武馆会对你颁发中级武士的勋章。你现在有1分钟时间检查机器，没问题就可以开始了。规则和你之前的测试一样。我听后点了点头，随后走了过去，抬手在机器上摸了摸。而曹启彪为首的3人就站在不远处，静静地看着江源。开始检查了，你们留意他的动作，看是不是在对机器植入病毒程序。这还真看不出来，跟普通的检查差不多。检查好了吗？好了，你就可以开始了。可以。江源随即运行阵拳，下一刻一拳轰出，机器的数字开始疯狂增长，眨眼功夫就达到1万，而且还在疯狂增长，最终定格在61000多战力。看到屏幕上的数字，测试员一下子瞪大了双眼，一个踏步就冲了上来。怎么可能？一拳6万战力，你是作弊了吗？这可是高级武士的级别，我都做不到，你一个老头怎么可能达到？远处的曹启彪也是皱起了眉头，眼神也变得锐利起来。他们也不相信一个气血倒退的老头还能保持高级武士的实力。这老头有点不知好歹啊！的确有些肆无忌惮，这么明显的作弊有些过分了。我可以继续了吗？张师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什么来。你继续吧。江源微微点头，神脉经第2层疯狂运转，力量提升到了20倍。在拳头落在机器上的瞬间，屏幕上的数字再次疯狂增长起来，最终定格在12万2000多。你居然是宗师？宗师可都是馆主级别的存在，就算放在他们5级武馆，那也是仅次于馆主的存在，可见得宗师的尊贵。测试通过了吗？通过了。等一下。就在这个时候，曹启彪等人走了过来，脸色异常的难看。江源早就知道他们3人的存在，甚至3人之前的谈话都听了进去。老头，你有些过分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肯定是黑掉了这台机器，所以才能打出宗师的战力。曹启彪死死地盯着江源，仿佛要从他脸上看到惊慌的神色，但是让他失望的是，江源依旧面不改色。我并没有作弊，如果测试已经结束，那我就先走了。想走？测试场地使用作弊手段，你已经违反了世界法律，我有权逮捕你。好言好语跟你说，你还是想找死？你……曹启彪一滞，猛然感觉江源的气息突然一变，仿佛瞬间化身一头猛虎。小家伙，我带你爸好好教教你，什么叫尊老爱幼。居然在5级武馆闹事，你找死！虽然面对宗师众人有些发怵，但一想到这里是5级武馆的总部，也只好硬着头皮上。不得无礼！曹启彪连忙平复一下体内沸腾的气血，爬起来呵斥众人：“是小子弄错了，前辈不要怪罪。”江源这才把身上的气势收起，仿佛又变成那个老先生的样子。年纪大了，我这脾气还是老样子，倒是让你们这些后辈见笑了。现在我可以走了吗？当然可以，但是前辈根据规矩，我们需要采集您更详细的信息，并授以宗师勋章。您看您现在有没有空？江源也清楚，实力达标后是可以在相应的武馆获得勋章。既然如此，那就有劳了。那前辈您看，您所属的武馆衔哪里？我现在也没加入什么武馆，就5级武馆吧。江源说完，曹启彪眼中惊喜一闪而过，就连身后的其他3个武士也激动了起来。好，我马上去为你办理。曹哥，你居然为武馆挖来了一位宗师，馆主知道肯定龙颜大悦，不知道会赏赐多少好处给你。我看江前辈用不了多久就会成为5级武馆的第5尊总馆主，弄不好我们还能跟着前辈后面成为他的亲信呢。众人你一言我一语，
都显得非常激动。几位，这是一个机会。如果江前辈能成为我们5级武馆第5尊总馆主，他必然需要一些人手，而我们作为他认识的第一批人，极有可能成为亲信。但是这一切的前提是江前辈要成为总馆主才行，所以我们接下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爸，我想退学。你说什么？说话的瞬间，江源浑身的气息都变得汹涌，不过瞬间就消失了。一家子都感觉呼吸骤然凝固一下，吓得大气都不敢喘。爸，我想好了，我这一次必须退学。这小子最近神神秘秘，看来是得到了什么机缘了。不过也不能就这样答应他，得给他点动力。为什么突然不想上学了？你所在的大学可是出武者的几率非常高的，以后毕业也能加入一个好的武馆。因为我想要攀登更高的境界，武者只是我的起点。如果在学校按部就班的学习，只会拖延我的时间。说话间，江浩全身爆发出雄厚的气血之力。儿子，你什么时候成武者了？就在不久前，而且我已经达到了中级武者，离高级武者也不远了。既然你已经成为武者了，那你想退学我也不反对，但你要参加这次百校联赛，只要你拿到第1名，那我就同意。好，我一定不会让爸失望的。随后江源也回房继续开始推演和完善神脉经的第2阶段。时间快速流逝，转眼就1夜过去。在大脑高负荷的运作下，江源只感觉大量的感悟从天灵盖传递而下。100倍天赋进阶，1000倍天赋开始激活。我这是激活了1000倍天赋。随即他看向四周，目光所过之处，任何东西仿佛都化作一道道数据呈现在他眼前。看来是推演秘籍的时候用脑过度了，才导致天赋能力升级。江源闭眼回想之前推演神脉经的经过，在1000倍天赋的加持下，只感觉漏洞百出。随即他把前2个阶段的神脉经又重新完善了一次，连第3阶段都被他给推演出来。他将这种新的知识命名为起源公式。这是气血熔浆，这不是大宗师的才能形成的吗？随着起源公式快速运转，他只感觉身体每个细胞都在疯狂压缩，仿佛每时每刻都在增加力量。江源也没想到创造的起源公式居然给了自己这么巨大的惊喜。我感觉现在的基础战力绝对破万了，甚至更强。江宗师、馆主和4位总馆主都回来了，还带了不少好东西回来，想约您吃个晚饭，不知道您方不方便？好，我现在马上过去。1个小时之后，江源便再次来到了上次的测试大厅等候。和上一次不同的是，如今测试大厅站满了武者，甚至还有不少武师。老头，现在不用打扫了，你可以出去了。江源低头一看，顿时恍然大悟。他上次回去后就把自己的宗师勋章丢给了慕容雪，并没有佩戴在身上。我在跟你说话呢，聋了，赶紧滚，别让我看着碍眼。哼，我要是不走呢？我看你是想找死。谁敢在5级武馆放肆？这时5人缓缓走来，为首之人赫然就是5级武馆馆主洪真，旁边4人正是武馆的总馆主。想必您就是江宗师了吧？果然老当益壮，不输年轻人啊！久仰洪馆主，同样让我倍感荣幸啊！见此情况，人群中的张红顿时后退了几步。洪馆主，有人敢辱骂宗师，你看这是怎么处理？哼，宗师不可辱，不过如果是武馆的人，那就出手教训一下就可以了。江源微微一笑点头，下一秒眼神就锐利起来。是想让我揪你出来，还是你自己出来？江源声音很是霸道，顿时整个测试大厅都安静了下来。之前不知宗师身份，还请您不要计较。哼，给我跪下！哼，朋友，我儿子固然错了，但你也没资格让他跪下。哦，那你说该怎么教训？让他抄写武馆条例，常常记性就好了。没错，毕竟是一家人嘛。江宗师好歹也是一代宗师，不要这么小家子气，免得让后辈看笑话了。江宗师毕竟年纪大了，有点小脾气也是正常的。身后的2位宗师一唱一和，显然是站在张司马阵营的。既然你这个做父亲的不想管，那我就帮你管。你找死！过了。洪真，你要阻我？洪真并没有理会，目光看向江源。江宗师，你这样做也过了。张红虽然辱骂宗师，却也不是有意为之，罚没你1年补贴可否？不行，你这是偏袒，区1年补贴而已。那你意欲何为？我要断他一臂。哼，神脉经第3阶段开。在30倍增幅之下，江源的5万战力瞬间超越100万，达到了大宗师的战力。体内的气血熔浆汹涌出生，一股可怕的血气在他身上绽放。给我躺下！随着江源一步步向他走来，张司马面上露出惊恐之色。
你不是宗师，你是大宗师。你不是想要废我一只手吗？既然如此，那我就先废了你的手。就在动手的瞬间，一道声音从身后传来：“江大宗师，先不要动手。”江大宗师，张司马一个晚辈而已，差不多就行了。这事怪我，是我御下不严。这样吧，我们先回去聊。我先把张司马关起来，热上几天，你看可好？既然馆主你发话了，那我就给你这个面子。馆主，谢谢。这一次收获你就全部上交了，我要补偿给江大宗师。是。张司马刚在鬼门关上走了一趟，此刻哪还敢反驳？还有，让周围的人把刚才拍的视频照片全部删了。知道江源和他同为大宗师境界，洪真自然不能像之前一样对待他了。江老哥，这是中等凶兽龟甲蛮兽的鳞甲金沙，一共1斤，属于有价无市的存在，就当是补偿给你了。洪真打开盒子，一股气血之力扑面而来，里面存放着一堆像沙子一样的金色颗粒。这种金沙涂抹全身，可以增强人们体表的防御能力，不过也会承受巨大的痛苦，非宗师不能用。江源一眼看去，起源公式运转，顿时各种数据不断破解出来。在他的计算下，发现这种金沙对于修炼神脉经有莫大的好处。这太贵重了，我不能收。都是一些身外之物。江老哥加入我们5级武馆，我作为馆主，怎能没有一点见面礼？说话间，洪真再次取出了一小瓶子。我这里还有一点高等凶兽的心头血，也一并赠与江老哥吧。虽然对你我这样的大宗师几乎没什么效果，但也可以留给家人使用。而江源通过起源公式的计算，发现金沙如果外敷的话，并不能激发最大的功效，但若加上心头血一同内服，可以使人的战力瞬间暴涨。既然如此，那我不推脱了，就先暂时放我这保存吧，以后馆主需要的时候，随时可以收回。见江源收下，洪真的笑容更加灿烂了，这相当于正式打上5级武馆的标签。海燕进来，传递下去吧，告诉武馆所有人，我们5级武馆再添1尊大宗师，还有联系媒体，明天我们要发出消息。恭喜馆主，贺喜馆主，我现在就出去办这件事。随着消息传出，顿时整个5级武馆爆发出激烈的欢呼声。而江源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从武馆出去后就来到了小区附近的废弃游乐场，这里位置偏僻，能避免他在突破之时不被人打搅。就这里吧。江源将金沙和心头血取了出来，然后按照计算出的方法将两者混合在一起，随即一口吞下。几乎在一瞬间，一股恐怖的气势在他身上扩散，全身仿佛被火焰焚烧，变得火红起来，体内不断发出雷鸣般的响声，战斗力更是在疯狂飙升。也就在这时，一股剧痛席卷而至，体内涌出大量气体，瞬间抽空了体内所有水分。江源瞬间瘦弱了一圈，体表的一切都朝着内部塌陷。完了，我居然算少了一个环节，没有推算到它提升之时需要注入大量的水分。这时，一辆汽车停靠在游乐场门口，从车上走下了几个年轻人。程启明，这就是你说的游乐场，都破成这样了，还能玩什么？对啊哥，这根本不算游乐场好吧？这不是给你们找点新鲜感吗？就当是来探险了，说不定还有什么惊喜呢。两人无奈，只能跟着程启明朝着游乐场内部走去。呵，这次的百校联赛你有信心吗？你哥我在学校又没什么背景，能成为初级武者已经算天赋异禀，哪还敢妄想有什么好成绩？话可不是这样说的，我爸还是武师呢，我不还不是个普通人，你比我好太多了。就在这时，前方猛然爆发出一道能量，瞬间就吸引了三人的注意。发生了什么情况？不清楚，走，过去看看。说完，三人匆匆向鬼屋的方向走去。刚踏入鬼屋，顿时一股腐朽的气息扑面而来。哥，要不我们回去吧，这地方挺吓人的。程启明点了点头。三人转身刚想向外面走去，房间内突然就爆发出一股微弱的能量。三人伸头向里面看去，顿时吓了一跳。只见一个枯瘦的老头缓缓地坐了起来，张着嘴仿佛在说什么，但却发不出任何声音，随后便再次倒了下去。鬼啊！李前程拔腿就跑，一口气就冲出去10几米。程启明虽然吓得脸色有些苍白，但是并没有离开。启明，你还站在那里干什么？我们赶紧走啊！不对，这是个人。说完，程启明就朝着江源走去。你在胡说什么？这就是个怪物，我们赶紧叫巡查队过来。你闭嘴！我哥都说了是个人，瞧你那熊样，真为你感到丢人呐，还不如我一个小姑娘。他还有气，我们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去，晚了就真的死了。随后，三人抬着江源急匆匆朝着外面跑去，开车向着最近医院而去。圆圆，你看一下他有没有手机，联系一下他的亲人。程圆圆翻出江源的手机，朝着最近的电话打了过去。哈哈哈，
姜老哥，我刚准备给你打电话呢，没想到你就打过来了。程媛媛微微一愣，只感觉这道声音有些莫名的熟悉。您好，我是浩然13中的程媛媛。我们在一座废弃的游乐场发现一个老爷爷，他现在很虚弱，快没有呼吸了，您就快过来看一下吧。什么？这怎么可能？你们现在在哪？我马上去你们那里。我们还有10分钟不到就到广元医院了。好，我马上过去。挂断电话的洪真脸色变得极为难看。究竟是谁能把一位大宗师打成这样？难道是有什么凶兽闯入浩然城了吗？而此时急诊室检查的医生却发现了一个尴尬的问题，眼前这老者的身体状态比正常人还好，甚至连机器都照不出任何问题。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要不先用营养液吊着，我们去请院长过来看看。也只能如此了。在营养液输入的瞬间，姜源立马就吞噬一空，水分被分解成分子结构，顺着血管快速的流淌全身，一股气浪在他身上猛然爆发出来。快再去取来营养液，输入到病人体内。随着营养液大量的输入，姜源枯瘦如柴的身体在逐渐饱满，连皮肤都闪亮着一丝晶莹的光泽。金色光泽。主治医生仿佛联想到什么惊恐的事情，脸上充满了不可置信。加快营养液输入。在吸收大量的营养液之后，姜源的意识终于回归现实，甚至能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战力已经飙升到了匪夷所思的境遇，而且他的眉心处更是出现了一丝金色的神圣光辉。金色细胞，这难道是？姜源忍不住倒抽一口冷气，这可是镇将级别才有的标志，这样的存在在整个浩然城也仅仅只有12尊。与此同时，在急诊室外的3人都是一脸着急。启明，要不我们走吧？那老头都受干成那样了，要是救不活，到时候被对方亲人讹上就麻烦了。听到李虔诚的话，一旁的程媛媛小脸被吓得苍白。这样走了，我有些于心不忍，要不你们先走吧。哥不走，那我也不走。好啊，你们不走我走，你们2个死脑筋等着被诓吧。随即李虔诚匆匆向外面跑去，只是刚出到医院门口，迎面就遇上了前来的洪真等人。洪真此时脸色阴沉，就连3名总管主都吓得大气不敢喘，4人匆忙朝着医院冲去。我没看错吧？5级武馆的馆主和3名宗师怎么过来了？难道是出了什么捅破天的大事啊？人群在激动地讨论着，唯有李虔诚突然一个机灵，鬼使神差的居然悄悄跟了上去。你刚才应该跟李虔诚走的。哼，我就不走。这时前方传来一阵欢呼声，程启明抬头看去，便见洪真一行人正朝着他们而来。当看清他胸口那代表着大宗师的勋章，程启明不由一颤。之前是你打的电话吗？洪真目光看向程媛媛，一股不怒自威的气势扑面而来。程媛媛吓得差点跪倒下去，如同受惊的小白兔一样猛地点头。你们做得很好，这次拯救了我们5级武馆的姜大宗师。大宗师，我靠，要起飞了！我们居然救了一位大宗师。很快程启明就缓了过来，强压内心的狂喜，把事情的经过和洪真等人说了一遍。而远处的李虔诚顿时傻了眼，清楚这些人肯定是和姜源有关。这今天的机缘啊，我怎么就给错过了？该死，我真该死！而诊室内的姜源也来到了最关键的一步，金色不朽的光辉越发浓郁，体内猛然爆发出一股极强的气流，不朽细胞终于凝聚而成。四方阵将。主治医生惊悚地看着眼前悬浮着的金色光人，只感觉内心惊涛骇浪。这等主宰千万人口、镇压一切动乱的强者，竟出现在他面前。姜源环视四周，冲主治医生点了点头。毕竟要不是对方给他输入营养液，他这一次也难以突破。麻烦你们了。这都是我们作为医生本职工作，镇将大人您太客气了。而门外的众人见警报灯突然熄灭，刚想向前查看，突然一股恐怖的威压降临。只见一道金色的身影悬浮在半空中，一双金色的双眸从众人身上扫过，最后定格在洪真身上。洪真没想到姜源还没等到，居然等到了一位更加恐怖的霸主。拜见镇将大人。有他带头，身后所有人纷纷躬身行礼。姜源这才醒悟过来，自己全身弥漫在璀璨的金光之中，别人根本认不出来。馆主不用这么见外。洪真抬头看去，入眼的竟是姜源。姜老哥，竟然是你！你居然不是大宗师，而是镇将。此时洪真都有些语无伦次起来，内心难以言表的震撼，紧接着就有些失落。毕竟镇将级别的强者怎么可能加入他们的小武馆？就连海燕3名宗师见此一幕都差点站立不稳。看出洪真的失落，姜源淡淡一笑：我从未说过我是大宗师，其实馆主也不用如此惊讶，我再如何也是5级武馆的人。洪真能带着3名宗师站在自己病房外等候，此乃大恩，姜源自然不能做那忘恩负义的小人。姜镇将，我代表5级武馆全体13000人，谢谢你了。
无需这么客气，有什么话我们回去再说。对，你看我都老糊涂了。江源的目光转而看向旁边的程启明，如果小友不嫌弃，可随我们一同。被点名的程启明激动的说不出话，只能一个劲的点头。谢谢大家如此抬爱老朽，不过我希望今天在这里的消息不要宣扬出去，毕竟我年纪大了，不想出名。四周的医生连连点头，自然不敢多说什么。馆主，这2位小友就麻烦你了，给他们在武馆安排一个位置。不麻烦，小事一桩罢了。不过今天有个发布会，是宣布姜老哥加入武馆的，不知姜老哥今日方不方便去参加？今日就算了吧，毕竟我刚刚突破境界，也需要稳固一下，改成明日吧。那就改成明天吧。而江源回到家中，就见慕容清月和慕容雪已经坐在餐桌上等他了，唯独不见江浩。江浩那小子人又跑哪去了？怎么不回来吃饭？闻言，慕容清月脸色顿时一沉，欲言又止的看着他。那个兔崽子是不是又在外面闯祸了？爸，哥说他跟几个朋友有事要出城一趟。胡闹！城外妖兽纵横，他一个武者也敢出去找死？马上给我打电话，叫那个逆子滚回来！就在江源暴怒的时候，江浩刚好回到家中，看到面色难看的江源，顿时不敢出声。爸，我回来了。江源凝聚不朽细胞后，嗅觉很是敏锐，瞬间就闻到江浩身上的血腥味，必然是经历过血战。你还知道回来？有一点点实力就开始膨胀了，下次再敢出城，我就打断你的腿。好了，儿子也平安回来了，这次就算了吧。你看看儿子都被你骄纵成什么样子，这样下去早晚得出事。五级大厦的会议室内，洪真召集了5级武馆所有高层进行会议。今天将会是我们5级武馆举世瞩目的一天，因为我们的姜老先生已经跨越了大宗师，荣登4方镇江，就任5级武馆无上镇派，将凌驾于馆主之上。随着洪真话落，在场之人无不是气势高涨，满脸激动。谨遵馆主之令。海燕率领武馆4000弟子进入观礼台，吹响我们5级武馆的第1声号角，其余弟子紧随其后。是。而此时的观礼台已经站满了大量记者，都在等待着会议的开始。这时大地震荡，一阵整齐的脚步声震耳欲聋，众人只感觉一股气血之力扑面袭来。只见4000名武者踏步而来，每一步都仿佛踏在众人的心坎上，给他们带来难以言状的震撼。感谢各位能来我们5级武馆，想必大家都很好奇我们武馆为什么举办这样一个发布会。那是因为我们5级武馆要挑战浩然城的所有武馆和学院，我们5级武馆将要凌驾所有武馆之上。洪真声音极其霸道，强大的气势让在场之人都不敢与其对视。这洪真竟敢如此嚣张，他5级武馆还没到第1呢。二人正是浩然城大成武馆的2位馆主，也是唯一一个拥有2尊大宗师的武馆。无妨，跳梁小丑罢了，只是区初级大宗师而已，还用不着我们出手，自然有人会替我们好好教训他。哼，这洪真真是不识好歹，如果不是我们让着他，他能坐稳浩然城第3馆主的位置吗？真把自己当个葱了。此时的洪真将对2大武馆全部发泄出来后，整个人都感觉神清气爽。哦，看来洪馆主的底气十足啊。洪真抬头看去，出生的正是浩然城排行第2的静元武馆馆主秦霄南，境界已经达到中级大宗师。怎么不敢说话了？这可不像洪馆主刚才的作风啊。好得很。难道今日只有秦霄南敢露面吗？其他武馆难道都是缩头乌龟吗？赶来却不敢现身。洪真一脸嚣张，丝毫不把他们放在眼里。洪真，这可是你说的，别怪我们不给你5级武馆面子。我浩然城第4武馆大德武馆张德年特来观礼。我浩然城第5武馆新晋武馆陈建军特来观礼。随着一道道声音从4面8方响起，所有人都是一脸戏谑的看着洪真。好，除了大成武馆，你们排名前6的武馆全都来了。不过想看5级武馆的笑话，你们还不够格。哼，洪真只是新增1尊大宗师，你就敢当众挑战所有武馆，真是不知所谓。就算你们5级武馆再增2尊大宗师，面对我6大武馆也是找死。怎么想动手是吗？洪真，看来你是冥顽不灵，我等必须让你清醒一点。是谁敢在5级武馆放肆？刹那之间，一股恐怖的气势镇压而来。只见一尊浑身金光璀璨的身影悬浮在高空中，仿佛如同一尊神灵在巡视凡间。秦霄南，你们不是想要看看我们武馆新增的大宗师吗？现在你们可以看到了。这是4方镇将
能镇压一切动乱的无上存在，没想到我有生之年居然可以亲眼见到。真的是我们种族的霸主，怎么会出现在这里？现场无数人都是惊呼出声，胆小者更是大小便失禁，就连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都尽皆失声，哪怕隔着屏幕都感受到那金光之中蕴含的炽热。检测完毕，初始战力60万，目前阶段30倍增幅，开启4种增幅效果，战力1800万，评价真龙级。看着传来的信息，太美吓了一跳，这个星球怎么会有这个恐怖的存在？而此时的现场，江源高悬9天之上，在场之人都是汗如雨下，其中秦霄南最为惊恐。红针，你误我啊！江源目光从秦霄南身上扫过，最后落在石金龙身上。镇江大人，我真的不知道您坐镇5级武馆啊，还请您饶我一命。秦霄南等人也连连求饶，他们比普通人更加清楚镇江的强大，丝毫提不起对抗的念头。镇江这些人怎么处理？江源环顾四周，看着这些惊恐的人，刚想出声，这时一道宏伟的声音猛然响彻在整个浩然城中。浩然城治下第2馆主秦霄南，第4馆主张德年，第5馆主陈建军，第6馆主石惊天，蓄意挑衅浩然城第13尊四方镇将，镇压地牢第3层，服役10年。声音落下的刹那，苍穹仿佛都被撕裂开来，一道道金色光柱从天而降，瞬间笼罩住所有跪拜之人。道友，这次结果可还满意？麻烦城主了。无妨，有缘再见。恭送城主。随着所有武馆的人都被带走，5级武馆的危机也正式解除。不过所有人都清楚，5级武馆的崛起将势不可挡，从今往后将会成为凌驾于所有武馆学院的庞然大物。洪馆主，不知道这次负责百校联赛的人是谁？往年的百校联赛都是由大成武馆负责的，今年同样也是如此。您是准备插手这一届的百校联赛吗？我儿子现在已经是武者了，我想让他参加这次的百校联赛，想看看他最近的进步。这件事很简单，我去大成武馆和吴宗说一声，直接让他们放弃这一届的百校联赛，由我们来开。不用如此麻烦，我正好有意过去一趟。大成武馆有一件名动浩然城的震天钟，江源早就想去见识一下了。接上集，江源来到了大成武馆，一踏入武馆，入眼就见一大群武者已经占满了大厅。作为浩然城第一的武馆，历史底蕴确实比5级武馆更显宏伟大气。老爷子，你也是来捡碎金的？捡碎金做什么？老爷子别装了，来这里的人不都是为了捡碎金？等会震天钟敲响，天空中就会凝聚大量的思绪，你捡到了就赶紧跑，不然被大成武馆的人抓到了，所有东西都得上缴。忽然，一声沉闷的钟声响彻天地，这一刻仿佛时间都在刹那间凝固。江源感觉自己的灵魂仿佛都有一阵颤抖之感，就连他眉心处的2粒不朽细胞都在疯狂跳动，仿佛要分裂一般。他快速运转起源公式，目光仿佛瞬间穿透了墙壁，看到了顶楼的一座巨大铜钟，一组可怕的数据就出现在他面前。这震天钟竟蕴含一种未知的能量，瞬息间就能达到1000万级能量，岂不是相当于一尊初级的四方阵将全力爆发气血之力？要是能不断的冲刷身躯，要不了多久，我的肉体防御就能再上一个层阶。快捡钱了！此时整个大厅上空漂浮着无数丝线一样的虚流，四周的人群开始疯狂的哄抢起来。这些东西应该是震天钟震荡的时候搅动了某种能量场合所产生的一种新物质，可以加快气血之力的导，不过对于武者却没什么效果。老头子，你怎么一个都没抢到？男子看着江源空荡荡的双手，忍不住叹息一声：“这些给你，拿去吧。”江源微微一愣，诧异的看着对方：“你确定给我？我刚才看你也只捡了这么多吧？”你年纪这么大，能看清什么？我这还多着呢，只是给你一点零头罢了。男子脸上有些不自然，但还是强硬着狡辩：“你叫什么名字？你管我叫什么？”突然，武馆跑出了大量的武士，领头之人脸色瞬间黑了下来：“赶紧给我把这群人赶到旁边去，等会有一位尊贵的客人过来，快点！”旁边的几位武士连忙上前，见江源2人站在中间，伸手就朝2人抓去。哼，我的人，你也敢动手？老头，你找死不成？吴坤还没有发话，他身后一名高级宗师就出手抓去。吴坤抬头看去，面色瞬间变得惶恐。谁让你动手的？给我滚！这一连串的事情让四周的人瞬间傻眼，都看不懂了这是什么情况。然而更让人震惊的是，以脾气火爆著称的吴坤竟一脸谄媚地朝着老者走去。大人您提前来了也不让人知会一声，让您见笑了。见对方态度诚恳，江源也不好多说什么。给贵方添麻烦了。
镇江哪里话，这算不得什么麻烦。我哥正在楼上，已经为镇江焖了茶水，不妨上去喝几杯。江源微微点头，在吴坤带领下朝着电梯而去。元光啊，走，去老哥办公室坐坐。此时大厅中的武士仿佛像豺狼一般看向他，在他们眼中，此时的元光就是一块发光的金子。元光，我是你爸爸的老战友了，你爸还有一些东西让我转交给你呢，以前忘了跟你说，一直放在我这，我现在带你去拿。一名武士瞬间就把元光给围了起来，无数站在远处的人纷纷投来羡慕的眼光，没想到他竟能得到镇将的青睐。而江源这边已经来到顶楼，入眼就是悬挂在中心的一口大钟，上面刻画着一些奇特古怪的文字，让江源沉溺其中。等他回过神来，吴坤兄弟已经站在他身旁了。让两位见笑了，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东西，有些被吸引了心神。无妨，不知道镇江可看出什么名堂？我们从得到镇天钟之后，一直都在努力的破译，却至今没有什么头绪。我暂时也没什么头绪。我这次来的目的，想必洪馆主已经告知两位了吧？百笑连在而已。既然镇江想要负责，那就交给您好了。我已经温好茶水，镇祥这边请。我一直听闻镇天钟每日都会在特定的时间内敲响，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这镇天钟来历神秘，是我们从一处古迹中寻觅所得，不知是触发了什么机制，导致内部的能量极其不稳定。如果不加以梳理，顷刻间爆发的力量，甚至可以摧毁小半个100万级人口的城池。我们也是随着逐渐摸索，才发现了一些门道。只要在特定的时间用超过100万级的战力连续100次攻击一个点，就可以将其中的能量平衡到一个节点，所以每天这个点就会有钟声响起。不过每次响起都会有一股能量冲刷，对我们的肉身防御有巨大的提升效果。这样说来，这还是一个宝贝，那其他镇将就一点心思都没有？刚开始的时候，的确有镇将上门索要，不过在试过之后，发现这种效果也只对镇将以下的人有用，镇将以上丝毫作用没有，反而会瓦解镇将凝聚的不朽琉璃金身。江源一听，脸上露出沉思之色，这和他计算出来的不同，但他知道这是他的一次机缘。吴馆主，我有个不情之请，镇将是准备拿回去研究一下吗？之前浩然城12位镇将，乃至是城主都这样做过，最后还是送了回来。不过镇将真想研究，就直接拿去吧。如果研究不出个所以然，就送还给我们兄弟2人就可。那就麻烦两位馆主了。好说啊，如果镇将摸索出什么，也希望跟我们知会一下。那是自然。在浩然城的一座最高的建筑之内，此时悬浮着12尊恐怖的身影，连周围的空间都有些扭曲。一个气血衰退的老头，竟能在短时间内成为和我等媲美的4方镇将，这简直是匪夷所思。我都有些迫不及待想知道他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必然隐藏的大机缘，要是我等能得到，修为再进一步也不是不可能。那就派人去通知他，明日过来城主府觐见我等，否则后果自负。众人俨然是把江源当作一块巨大的蛋糕，都想要分一杯羹。而江源这边刚带着镇天钟回到5级武馆，洪真就找了上来。江老，我刚收到城主府的通知，感觉来者不善，让你明天上午9点务必准时抵达城主府，如若不到，后果自负。是城主说的吗？不是城主，城主已经1年没有露头了，一般都是副城主在发布命令。您看。江源听后眼神顿时沉了下来，知道自己的秘密保持不了多久。毕竟一个濒死的老头竟能在短时间晋升镇将，这个秘密对强者来说是多大的诱惑。洪真，你怕死吗？洪真听后双瞳猛然睁大，抬头和江源视线对上，仿佛从对方的眼中看到尸山血海，一股寒气瞬间直冲他的天灵盖。沉默良久，他才沉重的开口：如若侥幸不死，5级武馆将置于何地？目之所及，皆为5级。江源一字一顿的说出，这是他对洪真的承诺。洪真听后只感觉血液都在沸腾，这次要是胜出，5级武馆将真的走上辉煌。誓死与您同在。随即他紧急召见了海燕等人，3人进入会议室后，就看到洪真面色阴沉，顿时心中一惊，知道是有大事要发生了。明天我们5级武馆将会迎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度过了，我们将会凌驾于所有武馆和学院之上。如果挑战失败了呢？这时洪真眼神之中也流出和江源之前同样的疯狂。那你们全部会死，包括我在内，乃至江镇江都会死。3人听后一惊，都忍不住倒抽一口冷气。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挑战？连镇将都会身死？镇将几乎就是无敌的代名词，如果连镇将都会身死，这对他们来说不亚于神灵的陨落。他们第一时间感受到的就是难以置信。这就害怕了。馆主，
明日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明日我们将对阵江宣战。什么？三人猛地从座位站起，惊悚骇然地注视着洪真。我们5级对阵江宣战，馆主我没听错吧？对啊，馆主你一定是在跟我们开玩笑的，对吧？不过看着洪真一脸严肃的神情，他们的心也瞬间降入低谷。我们5级武馆明日正式对12尊四方镇江宣战，不死不休。三人皆是惊悚地站在原地，连洪真离开了他们都还没有反应过来。而此时的江源独自站在震天钟前，无数的数据在他脑海之中翻滚，在起源公式的推演下，震天钟上的文字不断的组合，竟形成了一篇气血运用的法门。难怪这么多人都无法使用震天钟，原来是需要特定的气血运行路线。江源从信息上了解到，这震天钟原名叫西元钟，可帮人凝聚肉身强度，是属于星辰级正派武器。就让我看看你到底能帮我把不朽琉璃金身提升到何等层次。话落，江源全身气血汹涌，气血和震天钟碰撞在一起，一股恐怖的能量波动冲刷他的身躯，无数细胞快速分裂，在他的感知之中，原本的60万基础战力开始疯狂增加，很快就达到了大宗师的100万战力，在30倍增幅之下，那就是恐怖的3000万战力，已达到中等阵将的实力。还不够，要战那就战个痛快。江源气血再次爆发，继续冲刷着身躯。而随着5级武馆宣战12尊四方阵将的消息传出，瞬间轰动了整个浩然城，5级武馆的弟子都开始慌乱起来，人心惶惶之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朝着外面逃亡，但也有很多人沉默地站在那里，默默地找了个地方坐下，哪怕明知必死，还是选择死战。洪真环视四周，整整14000多人的武馆，在短短10几分钟不到的时间，就只剩下了4000人。这4000人中，大部分都是武者，连武师都看不到几个。5级武馆不会破灭，战到最后的一定是我们。狮子与武馆共存亡，狮子与武馆共存亡。一声声呐喊响彻云霄，整个浩然城都为之震动。真是不知死活，还想对我们宣战？不过是跳梁小丑罢了。区区一尊初等四方镇将还想挣扎？那我们就将其捉拿过来。你疯了！对方也是四方镇将，你无缘无故去捉拿，要是引起城主不满，到时候还连累我等受罚。怕什么？城主刚走，前往寒冬之地参加重要会议，没有10天半个月回不来。现在是副城主做主，而且等我们从那人身上找到秘密，或许城主回来还会赞扬我等一番。哼！别忘了对方也是四方镇将，谁知道他还有什么底牌？不要太过大意。哼！我等12尊四方镇将一起镇压，再大的底牌又能泛起什么浪花？就在这时，一道无尾声音在众人耳中响彻起来，一股无形的压迫感骤然降临。明日他若敢反抗，那便打3抓来。12人身躯一震，纷纷躬身行礼。谨遵副城主旨意。而此时江源也进入了一种恐怖的蜕变当中，身上的骨头逐渐呈现一种琉璃之色，双手的骨头更是完全呈现琉璃之状，战力更是疯狂飙升至200万。震天钟轰然响起，一枚古老的文字猛然冲入了江源天灵盖，上万粒分散的不朽细胞开始不断的聚拢融合，无数的琉璃细胞疯狂的朝着一根根骨骼而去，转眼间就让他身上1/10的骨头全部变成琉璃之色。随着血液侵染的速度越来越快，大量的骨头都开始化作琉璃之色。不朽琉璃金身终于修至大成。5级武馆公然宣战，扰乱浩然城秩序，吾等镇将今日就将尔等镇压在此。12尊仿佛大日般的存在瞬间降临在5级大厦上空，散发的气息仿佛能焚烧大地。让他出来！见此一幕，现场之人无不是热血沸腾。石玉东镇将，传说他曾经以一人之力独占2尊四方镇将级别的凶手，最后一死一伤。这次他直接出手，5级武馆丝毫没有逃生的机会了。看到这一幕，选择退出武馆的武者都松了口气，庆幸自己做了正确的决定。而无数看着报道的观众也感觉5级武馆这次要陨灭在此。这就是镇将的威慑吗？真是恐怖如斯，恐怕古老神话之中的神也就这般了吧。小耗子，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镇将之战，整个天地都会被沸腾的气血笼罩。我上次教你的功法可以助你快速凝聚气血，提升你的气血品质，你可千万不能错过啊！江浩回过神来，连忙向外面跑去。他人呢？让他滚出来！下方的洪真此时额头上已经渗透出冷汗，对方仅仅是站在那里，恐怖的气场就让他几乎丧失了抵抗能力。你们这是过来送死的吗？随着声音落下，一团金色光团缓缓升起，
12尊镇将的目光也瞬间投射过来，恐怖的气场压迫而来，不过并没有对江源产生什么影响。哼，现在的后辈胆子真是不小，刚晋升四方镇将就敢如此嚣张，真以为自己无敌了。之前还想把他抓起来，现在看来太过于麻烦了，直接放血吧。毕竟四方镇将的鲜血也是大补之物。好了，玉江，直接打残吧，别耽搁我们的时间了。众人仿佛看待的不是同等人物，而是一只可以随手捏死的蚂蚁一般。哈哈，正有此意。你这点实力也敢猖狂？不好！你不是初等镇将？废话少说，再接我一拳！不要杀我！迟了。见玉东被江源3拳轰杀，天空中的11尊大日也尽皆失声。怎么可能？玉东镇将怎么可能这么弱？此时无数人只感觉心中的信仰瞬间坍塌，他们心中的神灵竟被江源3拳给轰杀了。江源直接抓起玉东的头颅，目光凶狠地看向空中。来，战！你居然敢杀死镇将，你简直无法无天，今日你必死无疑。虽然众人想瓜分江源的机缘，但也只敢抓拿，不敢弄死。毕竟每一尊镇将死亡都会引起显圣大能的注意，甚至连人族的3大无上巨头都有可能将目光投射过来。这时一道身影踏出，身上金光散去，露出本来的面貌。居然是传说中最为神秘的养生镇将，他的12尊镇将之中几乎都是无敌存在，他都看不下去，想要直接动手。养生镇将身处半空，无数刀影旋转交织，形成了一式盖亚天地的刀法。给我死！江源抬头看向那巨大的磨盘，起源公式快速推演起来，在千倍天赋的推力下，江源很快就推演出了他平时修炼的动作，甚至包括体内气血运行的路线。杀！怎么可能？你怎么会我自创的血刀磨盘？你们还不出手，还要等到什么时候？说话间，他体内的气血再次燃烧起来，化作一柄10米大刀。死！江源丝毫没有躲避的心思，无数的细胞瞬间凝聚出一层琉璃结晶。见江源硬扛下这一击，竟毫发无损。养生镇将眼中满是恐惧，刚才那一闪而过的琉璃之色还是被他捕捉到了，那是不朽琉璃金身大成才有的现象。此人肉身无敌，人族3尊巨头不出，谁敢与其争锋？不，我退出，我退出！养生镇将大声咆哮着，扭头就想跑。你跑得掉吗？江源瞬间逼近，巨大的拳印仿佛镇压天地，猛然轰出。江源的这一拳虽没能将其击杀，但也让他彻底失去了战力。空中的10尊镇将这才反应过来，骤然降临在养生镇将四周。难以置信，这拳之威绝对达到了高等镇将的实力，甚至更强。这才多久时间就能拥有这样的战力？看到养生镇将的惨状，所有镇将无不动容。不过瞬间，所有人都一脸激动，看向江源的眼中充满了贪婪。江源表现得越惊世骇俗，他们就越渴望得到他身上的机缘。他非我们能敌，快跑！说完，他不要命地朝着一个方向逃窜，完全没有抵抗的想法。在场之人看到强悍的高级镇将居然被一拳打得丧失了胆气，无不是露出惊骇之色。一起出手，雷霆一击将他拿下！大胆，竟敢蓄意杀害四方镇将！给我死！江源体内的琉璃气血疯狂运转，将他全身点燃，无与伦比的压力压迫而来，更多的不朽细胞纷纷被融合起来，化作了一颗圆形的金丹。这时一道宏伟声音在他脑海中响起：万倍天赋激发。伴随着这句话落下的刹那，神脉经运转到极限，30倍增幅全力爆发，一尊高达30丈的惊天琉璃巨人出现在他身后，仿佛是古老时代走出的无敌巨神。给死！这股力量不属于镇将，这是八荒极境，快跑！10尊镇将顿时醒悟过来，所有气血之力全部回归，在体表化作一层层厚厚的护甲，转身朝着城主府方向逃窜。跑得掉吗？给我死！你们就一起下去陪他吧。
高了。道友，你有些过了吧？来人正是浩然城的副城主，八荒极境的张世仁。不过他并没有贸然动手，毕竟如今的江源体内气血晶莹剔透，如同一座人形黑洞，在不断吸收天地间流离的暗物质。这样的状态他只在一人身上看过，那就是浩然城城主，乃是真正的无上霸主。道友肆无忌惮屠杀人族同胞，断我人族脊梁，简直是无法无天！你犯下如此滔天大祸，你可知罪？最后一字化作天雷滚滚，仿佛是在审判一个罪孽深重之人。你想战便战，无需废话。韩望，你把人族法庭置于何地？既然你不知悔改，那我就代表人族法庭对你进行审判，列出你的宗罪，送往冰地镇压千年。话音刚落，张世仁周身空间猛然震荡，浑身金光更是辉煌，仿佛真正的大日砸落而来。此时城内的无数人们也开始惊慌失措，谁也没想到原本的镇将之战居然上升到八荒之战。一旦大战开启，这对他们来说就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就在江源凝聚气血准备动手之时，一道平淡伟岸的声音骤然响起：住手！同时一股奇特的力量如同寒冰一般猛然从他们身上扫过，瞬间把他们沸腾的气血给平复下来。两人猛然停止了动作，朝着一个方向看去，就看到一道空间通道从遥远的东方横渡而来，瞬间抵达两人面前。在通道上方还站着一人，而他只是淡淡的扫了一眼张世仁，最终把目光放在江源身上，打量了良久，才满意的点了点头。不错，气血雄厚，肉身凝聚，应该是到了不朽琉璃金针大成之境。江源眉头一皱，直觉告诉他眼前这个人极为恐怖，就站在那里，仿佛整个天地都以他为中心，全身没有丝毫破绽，甚至感应不到气血的波动。仿佛看出江源心中的疑惑，来人淡淡说道：呵呵，不用看了，这并非我本身，只是一道气血凝聚而成的身躯而已。而张世仁在听到对方的话，双眼猛然一震，怎么可能？不朽琉璃金身大成之境，城主您没看错吧？他的肉身居然和您属于一个级别。他惊恐的同时也有一丝隐约的庆幸，如果不是城主出手，一旦和江源动起手来，到时候陨落的就是他了。哼，如果我再不出手，恐怕整个浩然城都会被你们灭绝。张世仁，这次你过险了。听到浩然的话，张世仁面色一变，随我前往冰地赎罪吧。虽然是询问，但是他的话语之中带着不容置疑的味道。张世仁张了张嘴，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知道自己这一次的事情震怒了对方，如果现在敢拒绝，恐怕等待他的就只有死了。全听城主的吩咐。在声音落下的刹那，浩然直接大手一抓，就把对方抓到身边，随后对着江源微微点头。江源也点头回应，他能看出对方表达的善意。下一秒，整条长虹骤然延伸，转瞬之间就蔓延无穷距离，仿佛贯穿了遥远未知之地。至此，此战也算既定了江源的实力。那一个个躲在远处的四方阵将也在偷偷观察着他，丝毫不敢与其对视。不过江源也不好再出手，纵身朝着五级武馆飞去。此时五级武馆的空地上聚拢了大量弟子，全部都狂热地仰望着天空，看着那一团金光缓缓飘落而来。他们虽然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但是他们知道这次是他们赢了。其中洪真最为激动，之前他代表江源向12尊阵将同时宣战，世人都咒骂他愚蠢，如今证明是他赌对了。恭迎正派。在一声声呐喊声中，江源缓缓落在大地之上，看着面前这个眼泪直流、极为狼狈的洪真，江源突然笑了，直接走上前去。走，我们回去。感受着江源手上的温度，洪真面色激动，能被八荒极境的王者勾肩搭背，这完全就是一种荣耀。这件事情足够他洪真吹嘘一辈子。与此同时，在距离五级武馆数十米外的一处废墟之中，一块巨大的石头松动了一下，从里面钻出来个灰头土脸的人，正是江浩。这等阵将的战斗实在是恐怖无比，幸好最后八荒极境的王者没有打起来，不然整个浩然城都没人能存活下来。这点小场面就吓到你了，我告诉你，之前爆发的力量最强也不过是袭龙之力而已。你要知道，在宇宙之中，那些真正恐怖的存在，哪怕隔着一个星系，只是力量投射过来就能打爆一颗星球了。听到太美的话，江浩心中一惊，你确定没得我吧？你现在太弱了，告诉你太多并不是好事，慢慢来吧，给你定个小目标，先拥有一龙之力。刚吊起我的胃口又不说了，不过你说的一龙之力是什么意思？一龙之力是比你们战力更高级的衡量单位，一龙之力相当于你们这里1000万战力，就算有浮动，也就在几万之间而已。我何时才能达到那等程度啊？估计等我达到了，差不多也老了。在解决完武馆的事情后，江源就开始返回家中。刚进小区，就见慕容清月含泪地站在门口，仿佛就是在等他回来一样。难道他已经发现了什么？
江源猛然想起，镇将大战所凝聚的金身巨人就是以他年轻时候的模样所画的。或许别人认不出来，但慕容清月作为他妻子多年，自然不可能不认识。此时的慕容清月正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如果我说你看到的都是假的，你信不信？哼，你说呢？这么大的事居然瞒着我。当我看到12尊镇将围攻你的时候，你知道我多担心吗？我这不是没事吗？而且最后城主不都出现了吗？好了，以后我有什么事都不瞒着你了，行了吧？在他连哄带骗之下，慕容清月的气才打消了一些。与此同时，城主府的会议厅内，活下来的11尊镇将此时一脸凝重，脸上还带着一丝丝惊慌。我们接下来怎么办？一名镇将缓缓出声，不过所有人都能感受到他话语中的恐惧。养生镇将，你在我们之中年纪最大，成名也最早，您说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听到有人叫他，养生镇将才回过神来，脸上还带着惊慌。要不我们准备一些厚礼上门负荆请罪。听到他的话，所有人都有些异动。我看也只能如此了，只是不知道对方需要什么，我们也需要投其所好才行。那就从家人孩子这层关系下手吧。不妥，武者之间贸然接触对方家人会被视为挑衅，到最后反而更加麻烦。众人说话之间，目光却有意无意地看向养生镇将。养生镇将岂能不知他们的想法？这是在怪罪他之前弃他们于不顾。哼，你们这又不行，那又不妥的。这样吧，明日我亲自上门拜访，试试江源的态度吧。听到他的话，众人明显松了一口气。既然如此，那就麻烦养生镇将了。不过在这之前，是时候进行一次秋后算账了。紧接着，一道道命令从议事大厅快速传出，一支支小队在武士的带领下朝着浩然城的四面八方而去。与此同时，无数叛逃和抹黑武馆的人都开始被一一清算。第二天一早，江源就从新闻上了解到了昨晚发生的事情，知道这是在向自己示好。不过他并没在意，转身就朝着以前下棋的地方走去。稀客，最近在小区都没有看到过老江你，没想到今天竟有空过来这里。没事，出去走走而已。怎么样，要不要来一盘？来，看我杀了你片甲不留。与此同时，一身普通打扮的养生镇将也来到江源所在的小区。如果不是资料上显示，打死他也不相信江源会住在这么破旧的小区。就在他准备前往江源家的时候，无意中看到一个人坐在不远处下棋。不过在看到对方脸的刹那，他只感觉呼吸顿时凝固，心脏疯狂跳动，脑海不由想起江源之前那恐怖的一拳，几乎把他给打出了阴影。随后他深吸了一口气，小心翼翼地朝着江源走去，就这样站在一旁看江源下棋，丝毫不敢打断。你来了。江源淡淡看了对方一眼，虽只是一个眼神，却看得对方浑身一个哆嗦。不敢怠慢，不敢怠慢。那你就在旁边站着吧。好好好。养生镇将连忙点头，大气都不敢喘，让对面下棋的老张都不由奇怪地看了他一眼。将军，老张你不行啊，我这几日不在，你这棋艺还是一样的臭。去，我只是没有注意被你得逞了而已。再来。就这样，时间飞快流逝，转眼就来到了中午。这时，一对年轻人走了过来。爸，江爷爷。哈哈，我的乖女儿可算回来了。今天我们就去你江叔家吃饭。不错，真是女大十八变，我都还认不出来呢。谢谢江爷爷，这是我男朋友宁本，刚被养生军团特招了。宁本目光巨傲看了江源一眼，不屑地撇了撇嘴。江爷爷您别在意，他就是这样的性格，表面冷冰冰的，但是内心很善良的。没关系，既然你们都来了，那就一起去我家吧。说完，他直接起身离开。养生镇将见状，连忙像小弟一样跟了上去。而慕容清月看到一群人过来，顿时一喜。老张，你女儿回来看你了。可不是嘛，让她别破费了，就是不听。来，赶紧坐，菜都已经做好了。众人随即落座。这时，一直没什么存在感的养生镇将顿时有些坐立不安，最后鼓起勇气站了起来。之前被人蒙蔽，多有得罪，希望您大人大量不要在意。以后如果有什么吩咐，你尽管提，只要我们11人能办到的，必当极尽全力。听着养生镇将的话，慕容清月瞬间明悟过来，对方口中的11人恐怕就是浩然城的11位四方镇将。想到这里，慕容清月顿时面露骇然之色。但更让他惊骇的是，江源只是眉头微皱，就吓得对方全身颤抖。算了吧，得饶人处且饶人，他们也不容易。那此事就此作罢，如若还有下次，别怪我没提醒你。是。养生镇将一阵狂喜，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见此一幕，一旁的宁本却是一脸不屑。2个快入土的老头子了，在这装什么？此话一出，在场之人都是露出不悦之色。小袁见此，连忙岔开话题，从怀中取出一个红色的小盒子。感谢阿姨这么多年对我的照顾，这次回来给您带了一个手表。说着就把手表递了过来。
没想到被宁本给拦了下来。你做什么？这手表价值3万多呢，你就这样送人了？你真当老子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宁本说完就头也不回的离去了。见此一幕，江源面色也阴沉了下来。这就是你军营特招的人吗？哼，此事你自己看着办吧。养生镇江此时冷汗直流，没想到刚缓和的关系就被宁本给破坏了。夫人，先不打搅了，我去处理一些小事。养生镇江说完就火急火燎的离开，快速朝着自己军团所在的驻地而去。镇江大人，您怎么来了？马上给我把宁本双腿打断，从今往后不得踏入养生军营方圆100公里。收拾完宁本后，江源再次来到5级大厦的密室之内。此刻的镇天中和他之前看到的完全不一样，漆黑的表面居然散发着紫色的光辉，让它显得更加神秘，仿佛就是一座精密复杂的机器终于激活，里面无数的零件都开始运转起来。镇天中作为星辰级的无上镇派武器，所蕴含的威力应该不止于此，看来潜能并没有被完全激活。江源伸手摸去，手掌触碰的瞬间，镇天中表面无数文字开始扭转起来，逐渐凝聚成一头巨龙形象。居然可以测试出我全力爆发时的力量总和。要知道他现在不爆发全部底牌，原始战力也仅有350万而已，没想到镇天中连他的底牌都能一起计算出来。没思考多久，江源的气血就开始疯狂涌动，瞬间与镇天中碰撞在一起，凝聚成一条条巨龙的头，开始淬炼他的不朽琉璃金身，连虚空中的暗物质都被他不断吸收，在5级大厦的上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圆形黑洞。江源只感觉全身经脉被不断的撕裂，又不断的修复，战力开始疯狂增长，眨眼间就来到了950万。不过在达到镇将的门槛就被卡住了，仿佛难以跨越。给我破！江源怒吼咆哮，恐怖的气血之力冲破苍穹，瞬间笼罩了整个浩然城。坐镇四方的镇江全部惊骇地站立起来，目光朝着江源所在的方向看去。什么样的突破可以造成这么恐怖的天地异象？声音竟然传递到整个浩然城。他到底强大到何等程度？难道我们人族又要出一尊无敌霸主了？一想到他们之前居然跟这等恐怖的存在交手，就感觉浑身冷汗直流。而此时江源体内所有细胞开始疯狂震荡起来，随着心脏的节奏快速跳动，终于一声破碎声响起，仿佛打破了某种桎梏。江源只感觉身上血肉变得饱满，一块块肌肉隆起，头发也在瞬息之间化作黑色，转眼间就变成了一名20出头的年轻人，身后更是浮现出30头巨龙的虚影。作为人族的第2批武者，他自然知道8荒极境的定义，如今他的实力相当于达到了2荒极境，后续的每个境界提升都要翻倍，想达到8荒极境圆满更是需要万龙之力。以我如今的提升速度，站在世界之巅也只是时间问题了。与此同时，浩然城一个巨大的试炼场上，此时密密麻麻站满了人，第34届的百校联赛正式拉开序幕。妈，爸怎么没来？这百校联赛还是他要求参加的，自己都不过来看看。哼！看着自己女儿气鼓鼓的样子，慕容清月一阵好笑。你放心，他绝对会来的。江浩正在一旁调整呼吸，控制自己的气血之力。太美，你帮我扫描下，这四周有没有战力比我高的？小耗子，你这心理素质还是太差了吧？放心，这里除你之外，最高战力也才3000而已。听到太美的话，江浩紧绷的面容稍微松弛下来。这时一道道欢呼声传来，快去看看5级武馆的程启明来了，是那个跟8荒极境的王者陛下关系匪浅的程启明。没错，听说5级武馆对他下了大功夫，甚至洪真还亲自找上几尊镇江借了不少资源，现在不知他实力强到何等地步了。整个休息大厅顿时沸腾了起来，如今程启明的名声在整个年轻一辈可谓是如雷贯耳。这时一群身穿5级服饰的弟子走了进来，领头之人正是程启明。此人气势很强，气血极为凝聚，身上好像携带着什么东西，我暂时查不出来他的气血峰级达到多少。不过这绝对是你成为冠军的最强之敌，而且此人携带滚滚大气，如果这时候你出手雷霆一战将其打败，踩着他铸就顶峰，那好处绝对无法想象，将会燃起你的意志，打造无敌的信念，对你未来的帮助难以想象。江浩听后拳头逐渐握紧，眼神也充满了战意。就在这时，一道强大的威压袭来，只见高空之中悬浮着11个人，浑身散发着强烈的金光，如同11颗大日悬挂苍穹。我的天啊，竟然连镇江都来观礼，这将是有史以来最为壮观的百校联赛了吧？11尊四方镇将的到来，再次把气氛推到一种难以想象的高度。就在这时，一道更加恐怖的气息降临，浑身散发着更加耀眼的光芒，哪怕隔着数百米的高空，炽热的气息都让人有一种燥热之感。11尊四方镇将在他面前，光芒都显得无比暗淡，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之上。恭迎王者陛下！
开始吧。江源轻哼一声，声音不大，无数人却感觉一道闷雷在耳中响起。这个人太恐怖了，上期间的时候才刚刚突破10龙之力，这才多久居然达到30龙之力，实在是匪夷所思。而且他的天赋之强简直世间罕见，是真正无敌人物，未来恐怕用不了多久就会成为你们人族的绝世霸主，无敌一个时代。而且一旦冲破肉身极限，打破古楚，横渡宇宙，接触其他文明，那才是真正的一飞冲天。你们小小荒凉星球居然可以诞生这种无敌人物，真是难以置信。听着他震惊的话语，江浩也震撼的难以自拔。岂不是说他在短短时间就增加了2亿的战力？就在这个时候，太美突然惊呼起来：“小耗子！”我感受到有股强大的目光投射过来，是他在上面看着。江浩微微一愣，心跳刹那之间都要停止跳动。难道他发现你了？不是，他是在盯着你。难道是认识你不成？怎么可能？那等的存在怎会关注我这样的小人物？不对，他绝对是在关注你。我的数据表明，他盯着你的时间超过30多秒。我没猜错的话，他应该是看中你了。这下真的发达了。这样的人物崛起只是时间问题。你要是能跟他攀上关系，以后飞黄腾达了，弄不好我未来还要养父你。随着比赛开始，江浩的整个状态瞬间一变，气血猛然爆发出来，一拳就把对手给打下了擂台。而另一个擂台上，程启明也是动作迅猛，雷霆一击就将对手轰下擂台。看到这里，江源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即便收回了目光，沉下心神，开始推演神脉经的第4阶段。随着时间流逝，弱小的一批快速被刷了下去，转眼间20强就全部诞生。休息室的慕容雪见此更是激动的叫了起来：“哥赢了，进去了20强！果然没有让我失望，什么程启明的全部都得往后靠。”慕容清月也不由露出笑容，看向空中宛若神灵般的丈夫，心中不由感到自豪。妈，你快看，有个宗师朝我哥走过去了，难道是想收他为徒？慕容清月抬眼看去，果然看到一尊宗师站在江浩面前，而且还不是普通宗师，而是一尊高级宗师。而他此时打量了江浩一眼，这才神色倨傲的开口：“还不错，有没有兴趣来我们石太武馆做我的弟子？”江浩眉头一皱，对方的态度让他有些不喜，而且他感觉有太美的帮助，还不需要拜师。感谢宗师的抬爱，目前小子还只是个学生，暂时没有加入武馆的意思。如果想要加入武馆的话，小子再上门拜访。对方没想到自己堂堂宗师过来收徒竟会被拒绝，脸色瞬间就冷了下来。真是不知所谓，不愿那就算了吧，我也没有强人所难的意思。说完就头也不回的走了，面色更是阴沉的可怕。只是看着有11位阵将在场，他也不敢当场发作。而四周的武者在听到江浩的话，也是看傻子一样看着他。这么好的机会摆在眼前，这一身穷酸相的家伙居然还拒绝，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有些人啊，当真把自己当金子了，却不知道自己只是镀了一层金镶的狗屎而已。找死！江浩瞬间暴怒，随即一拳轰出，对方直接倒飞出去，狠狠地摔倒在一旁的空地上，毫无还手之力。刹那之间，所有目光瞬间注视过来，连空中的11尊阵将也看了过来。不过在看清江浩面容之后，纷纷沉默，连忙移开视线，仿佛当作没看到一般。江源见此却是微微点头，不愧是我的儿子，武者就应当如此，这样才能凝聚出无敌的意志。大胆！就在这时，一名武士带着一支队伍瞬间冲了过来，把江浩包围起来。居然在会场大打出手，简直无法无天！给我擒下！武士怒吼一声，身后4名武者瞬间出手。既然已经惹祸了，那就放手一搏，大不了比赛之后被关个几天。想通的刹那，江浩直接一拳轰出，4名武者瞬间倒飞出去。还敢反抗巡查，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给我死来！江浩也浑然不惧，一拳就迎了上去。呼吸之间，拳影交错就碰撞不下于10次。此时休息室的慕容雪焦急的直跺脚。老哥这是做什么？怎么会拒绝宗师的邀请？而且还和巡查队打起来了。见江源丝毫没有阻止的意思，慕容清月也安心下来。没事的，或许他有自己的深意也说不定呢。就在江浩和巡查队长打不可开交之时，一声呵斥从远处传来：“住手！”两人都是浑身一震，瞬间各自分开。不过此时江浩面色红润，仿佛还想再战下去，毕竟他施展了6倍增幅，战力已经接近中级武师。而反观巡查队长却是面沉如水，毕竟一个老牌武师整整数分钟都没能拿下一个小辈，简直是把面子丢尽了。而出生之人正是作为此次百校联赛总负责人的海燕，但当他看到江浩的时候，整个人却猛然一震，因为对方的长相和江源太过相似。你为何无故和巡查队发生冲突？你可知道今天是什么场合？你在这里闹事，我甚至有资格取消你本次的参赛资格。江浩也不敢大意，
顿时气血一收，把事情的原委说了出来。不管如何，此事都因你而起，赛后关你3日禁闭，你可服气？感谢总管主，小子甘愿受罚。看江浩态度端正，海燕越看越是满意，心中不由起了爱才之心。先不用谢我，如果本次大比你能进入前10，事后再来寻我，我正好缺个弟子，平时给我端茶倒水。海燕说完就转身离去，根本不给江浩拒绝的意思。看着对方走得果断，江浩无奈地摸了摸后脑勺。太美，我这是不是被强买强卖？你运气还不错，你媳妇和那人关系不错，有这个关系在，就更容易接近那个人，弄不好被看上了，你就原地起飞了。与此同时，刚离开的海燕也被洪真叫了过来。看着一脸笑容的洪真，海燕不由疑惑起来。关主，有什么事吗？海燕啊，你是不是感觉那年轻人很像一个人？哦，和王者陛下长得有7、8分相似，难道此人和王者殿下有什么关系不成？关系可大了，你猜猜你这新收的宝贝疙瘩是谁家的小子？洪真话音落下，海燕猛然睁大双眼，瞬间就读懂了他的意思。关主，你是说他是王者陛下的儿子？我竟然把王者陛下的儿子收为了弟子。不用担心，目前来看，这小子还不知道他有个非常厉害的老爸，你到时候别把事情捅出去了，知道吗？海燕猛地点头，这消息对他来说实在太震撼了。不过我只是区一个宗师，我怕到时候叫得不好。别想那么多，尽自己最大努力就行了。而且你收下他做弟子，江老也没有拒绝，这可是一场堪比登天的造化，你要好好把握。在试炼场的休息室内，江浩正在打坐调整，想快速恢复损耗的气力。而就在这时，四周传来一阵躁动，是常启明，他怎么来了？我之前观他的比赛，完全看不透此人，所有对手都是一拳击败，真是强得一塌糊涂。江浩睁开双眼，就见程启明缓缓走来。久闻江浩你的大名，今日一见，果然非凡。看着自来熟的程启明，江浩更加疑惑起来。不单是他，四周其他的武者也都傻眼了。你是不是认错人了？我怎么可能认错？听说你这次也来参加比赛，我可是激动了半天，终于可以见到你了。说话间，他掏出一个盒子递到江浩面前。这个送给你，这可是我从馆主那里特意为你弄来的，可把馆主心疼了半天。说着就扯开了盒子，一股浓郁的血气猛然从盒中爆发，里面竟存放着一块血肉，而且还在轻轻跳动。这难道是四方镇江级别的凶兽血肉，而且还是心头肉，不然早就腐烂发臭了吧？这哪怕是1两都能让大宗师抢得头破血流了，没想到他竟会拿出来送人。四周的人不由倒吸一口冷气，骇然地看着那块血肉。赶紧收下，这块心头肉最少是中等镇将级别的凶兽，对你现在有很大的帮助。江浩这才从震惊中反应过来，不行，这太贵重了。你我兄弟以后要相互扶持，区区血肉而已。说完，他就直接把盒子放在江浩身上，根本不给他拒绝的机会，转身就向外面走去。看着这块价值数亿的血肉，江浩感觉有些烫手。我感觉此事不简单，恐怕是某些人的授意啊。难道有人发现你了？现在是在试探我？或许有可能，不过目前来看，对方善意多过恶意。不过你还是小心为妙，毕竟他不是你长辈，更不是你父亲，谁都不知道他安着什么心思。知道了。不过江浩并没有动用那块血肉，而是留了下来。对于自己儿子身上发生的事情，江源自然有所了解。那块血肉就是他授意送去的。不过看到江浩并没有吃下，他就知道江浩在打什么主意了。没白养这个小子这么多年，还算有点良心。很快，江浩的战斗又开始了。不过他每次都是一拳就击败对手，一颗无所畏惧的武者之心逐渐在他心中凝聚。当击败第5名对手之时，耳边回荡着冲天的欢呼声，他的热血完全沸腾，仿佛有一条怒龙在体内咆哮一般。环顾四周，已经没有一个对手，只有站在不远处同样声势滔天的程启明。两人没有丝毫的保留，都是爆发出最猛烈的气血，用自己最为顶峰的实力相互碰撞在一起。刹那间，两人都倒飞出去，江浩倒退数步，连脚下擂台都震出了裂缝。对面的程启明也不好受，气血沸腾不受控制，一丝鲜血从嘴鱼流出。你比我想象中还要强，刚才全力一击，你只不过倒退了几步，而我却控制不住气血之力，这一场战斗算我输了。不过下一次见面，我必然击败你。说完，果断地朝着擂台之下走去。这一幕让在场的无数人感到惊愕。这时，洪真出现在江浩身旁。我现在宣布，本次大比胜出者江浩。随着他声音落下，无数人疯狂呐喊了起来。没想到一个毫无背景的小子，居然是本届最大的黑马。此刻的江浩只感觉全身气血沸腾。爸，你看到了吗？我没有让你失望，我给我们老江家争光了。听到了他的呐喊，江源很是满意。不错。这时，一道充满威严的声音就在众人耳中响起，所有人都是一惊。
我这里有一本秘法，你拿去好好修炼吧。江浩此刻已经完全呆滞，如果不是太美在脑海中不断提醒，恐怕就要出丑。感谢王者陛下。哼！看着江浩恭敬的态度，江源不由想起他在家时的样子，顿时不满的轻哼一声。而江浩听到那带着不满的哼声，整个人不由抖了一下。看来我们之前的猜测没有出错，他恐怕真的注意到我们了。你立刻回家找个法子先出城，我们先离开浩然城，不然对你我都是巨大的危机。看着脸色苍白的江浩，洪真不由一笑。小子别想那么多，王者陛下并不是针对你。洪真说完就转身离去，此次大赛也算告一段落。随后江浩便返回休息室中，慕容雪见此连忙扑了过来。哥，你快吓死我了！走开了，别把我衣服哭湿了。哼，哥，你居然嫌弃我！妈，你可要为我做主啊！好了，让你哥安静会，别折腾了。慕容清月微微一笑，目光看向江浩。我们回家吧。江浩点点头，刚准备说话，目光就看到自己年迈的父亲站在门口，正微笑地看着自己。爸。江源微微点头，不错，这次真的给我们老江家长脸了。自己儿子获得这样的成绩，江源也感觉脸上有光。走，回去吧。而与此同时，一道紧急的通知瞬间传达到了浩然城所有的四方阵将手中。得到的消息的阵将无不是感到震惊骇然，眼中更是露出惊悚之色。养生阵将瞬间化作一道金光，仅仅十几分钟，便横跨整个浩然城，来到北城门的上空。一道金光璀璨的身影早已悬浮在那。怎么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人族高层居然没有一点动作。恐怕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恶劣。我们刚刚得到消息，北方的逃难队伍就已经出现了。顾军阵将指向城外海天线的位置，在那里此时黑压压一片，一列列车队朝着浩然城驶来，上空还有一架架直升机也在盘旋飞舞着。队伍的最上空更是有一团团如同大日璀璨无比的金色光团，居然是一尊尊实力恐怖的阵将。北方疆域几座100万级巨城破了，武者战死上100万人，人口被屠1000多万，四方阵将也死了30多人，就连八荒极境的人族王者都死了3尊。养生阵将听后只感觉心口一堵，这群该死的凶兽！就在两人说话间，远处一道金光猛然加速朝着他们的方向冲来。随着北方疆域被凶兽攻破的消息传来，几十万的难民浩浩荡荡地朝着浩然城前进。这时一道金光瞬间来到养生阵将面前，来人身穿一身黑色作战服，但此刻却破烂不堪，脸上满是血迹，显得十分狼狈。兄弟们，我们终于看到你们了！说完，堂堂一尊四方阵将居然当着两人的面哭了出来，声音带着无尽的痛苦和绝望。先别激动，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我们到现在才收到信息？死了，都死了！北疆海岸线的12座巨城全线崩溃，只有我们几10万人存活下来。不知为何，海兽和凶兽突然联手，无穷无尽的兽潮从海洋中冲出，疯狂冲击我们的雄关。我们人族的100万武者大军，还有各种武器战斗机都阻挡不住，只用了1天不到的时间就被屠城。等我们赶过去支援的时候，看到的只有整个城市的尸体，简直是比地狱还要恐怖。说着，此人眼中再次流下泪水。养生阵将二人也是怒火中烧，体内气血在疯狂沸腾。这群孽畜真的该死！他们的声音远远传递，滔天恨意蓬勃而出。等我们撤回去的时候，我们11座巨城几乎同时受到冲击。我们在3尊八荒极境的人族王者带领下拼死抵抗，但是凶兽这次出动了整整10尊八荒极境的兽王，根本不给我们丝毫活路。最后要不是我们人族王者极尽升华，帮我们拖住的凶兽的脚步，恐怕数千万人口都会被屠杀得干干净净。哪怕如此，3000万人口也只有100多万人逃了出来，而且途中还不断受到兽将追杀，到现在也只有30多万人存活下来。等他说完，养生阵将和顾军阵将都沉默了，拳头死死地握紧。兄弟，你们辛苦了。顾军声音也有些哽咽，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我们北方12巨城的兄弟姐妹就靠你们了，我在这里代表幸存的30多万人感谢你们。说着就想对着二人弯腰行。养生阵将见状连忙把他扶住。都是我人族同胞，不存在照顾，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浩然城1000万人口所有人的责任。话落，顾军目光看向城下的顾军营。张衡，属下在。马上打开城门迎接我们人族同胞，并且准备好物资供给，再召集全城所有医生带上设备，救治受伤的同胞。属下明白。看着厚重的钢铁城门缓缓打开，男子慌张的心绪也平复下来。实在感谢你们，我们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
我们所有镇江都已经商量好了，只要把这些百姓交到你们手上，我们就会离开，立刻返回战场。我们不会把我们的故土就这么平白送给那些孽畜，纵然战死，也要从他们身上咬块肉下来。养生和顾军见状都是肃然起敬，就因为有这样一群为了人族未来悍不畏死的英雄，人族才能在大灾变之后依旧屹立不倒。就在这时，一道道金光快速朝着这边赶来，最终化作浩然城的9尊镇将。看着眼前这尊镇将狼狈不堪的样子，众人心中一沉，面色都凝重起来。兄弟，现在前线的情况扑朔迷离，已经非几人之力可以改变，反而会折损进去，平白消耗我们人族底蕴，不如就留在我们浩然城，也可增加我们浩然城的防御力量。是啊，冰地作为第一前线，那里情况恐怕也不容乐观。半个月前，我们浩然城主显圣大能就被紧急召唤过去，目前还没有回来。前几天分身回来，还带走了副城主。是啊，不如你们都留下来吧。其他镇将也都出声挽留，毕竟每多一尊四方镇将，他们的压力就会少一些。什么？然而男子听到众人的话，却是惊恐地睁大双眼。你们是说浩然城主和副城主都不在浩然城？所有人都微微一愣，不知道对方为何如此惊惧。完了，是我害了浩然城啊！我不知道浩然城主不在，兽巢后面还有3尊八荒极境的兽王在追杀我们，用不了多久就会抵达，最快1个时辰，最慢也就半天时间。随着他的话音落下，所有人都倒抽一口冷气，死亡的恐惧仿佛要冻结他们的灵魂。最快1个小时，也就是说，我们或许还有半个小时的准备时间。备战，立刻开启13钟声，让所有人进入地下避难所，紧急征召所有武馆和军队，做好准备。既然无可避免，那就大战一场，用一族的血祭祀千千万万死去的人族同袍。备战，备战！当最后的咆哮声落下，一声浩荡的钟声在北城门方向响彻起来，回荡整个浩然城。这是浩然城的帐语，当它响起的刹那，就代表着外族入侵的大战即将开始。如果响彻13钟声，那便是灭绝危机，整个浩然城都有顷刻间覆灭的可能。当第8道钟声响起，所有人都停下了手头的工作，默默地抬起头看向远方。无数人都在祈祷下一次的钟声不要再响起了。但是第9道钟还是响彻起来，紧接着是第10道，而且还没停止。第11道钟声紧随其后，所有人顿时微微颤抖，面露惊恐之色。但是第12道钟声还是响彻起来，无数人在这一刻都开始祈祷那最后的钟声不要再响彻起来了。仿佛是听到无数人的心声。第13道声音一时间并没有敲响，就在众人都松了一口气的时候，第13道钟声还是响彻起来，顿时无数人都瘫倒在地。灭城之钟竟然敲响了！怎么会突然敲响？难道是有什么大恐怖来了？我们前面不是还有2道防线吗？雄关的100万武者大军和海岸线的12巨城难道都阻挡不住吗？我们的镇江和3尊人族王者呢？无数人开始惊慌失措。13钟声响起，就代表着敌人的力量完全碾压浩然城。与此同时，所有武馆在各自的馆主的带领下，乘坐一辆辆运输车朝着北城门方向而去。在距离浩然城的20里外，3轮如同太阳一般的金色光团从大地之下升起。在大日之下，密密麻麻的凶兽朝着浩然城冲来，整个大地都在震颤，哪怕隔着数十公里都能听到凶兽的嘶吼声。镇守北城门的所有士兵都紧张地握紧手中武器，胆小者更是面色苍白，双腿都在打颤。该死的凶兽！一名镇将疯狂怒吼，眼神赤血，他的家人全部战死，只有他苟延残喘下来，这让他几乎入魔。所有镇将听令，情况紧急，我就任浩然城代理副城主一职，传我命令，抽调其他城门8成以上的武者全部镇守北城门。光阳镇将负责整顿所有武馆武者，用最快时间组合成大军，随时准备补充城墙空位。天雄镇将坐镇指挥部，保证所有军事指挥官的生命，确保战场条令制度可以第一时间通达。孙兴镇将组成大宗师精英队，抵抗对方的大宗师凶兽袭击我们薄弱环节，见到就全部扑杀。随着命令下达，一尊尊镇将瞬间冲出，养生镇将再次看向剩余的镇将，我们就坐镇天空，一旦他们受将动手，我们就拼死一搏。不群，浩然城这边的镇将还没说话，北疆而来的镇将就连忙出声。根本没时间给我们坐镇，战争一旦爆发，3尊兽王会瞬间出手镇压我等，除非我们也有3尊人族王者，不然不可能牵制得住。在他话落，北疆的镇将都忍不住点了点头，对于这一战他们根本不抱任何希望。然而养生镇将听后却是面露笑容，哈哈，谁说我们浩然城没了城主和副城主，就没了人族王者了？北疆镇将听后都是一震，你们居然还有人族王者坐镇这里？我们浩然城的确还有一尊人族王者，我想他用不多久就会过来了，有他在，必然可以牵制住3尊兽王，我们只需要负责我们该负责的就可以了。
北疆所有镇江听后瞬间激动起来，感觉希望火种再次点燃。与此同时，家中的江浩正一脸惊慌，他从来没有这么直观感受到自己的弱小，一下子就冲上来抱住江源二人，眼泪止不住流淌下来。孩子，记住，弱者在哪里都会受到欺负，为父也不能一直庇护你，你终归是要长大的。你能做的就是不断变强，但是敌人却不给你时间。这一次，为父会为你争取时间，让你一路走下去。江源眼中慈祥之色一闪而过，缓缓推开江浩，和慕容清月对视一眼，缓缓走出。爸，你……儿子，你能一举拿下百校联赛头筹，真的让我很自豪。说话之间，一股恐怖的气息在江源身上爆发开来，金色光辉快速朝着全身蔓延，瞬间就把他整个人笼罩在金光之中。整个小区瞬间就被金色的光辉所笼罩，刺目的光芒让人甚至都睁不开双眼，无数人都惊愕地看向空中那尊仿佛神明般的身影。江老头，他竟然是……他们根本想象不到，如此恐怖的存在竟会和他们同住在这个破旧的小区。小耗子，你真的发达了，本以为你是苦哈哈一个，谁能想到你却是真正的富二代呀！有这么一尊真龙级潜力的父亲，以后谁敢惹你？以你父亲的潜力，用不了多久就能达到险胜，到时你就带着你父亲一起去寻找我坠毁的飞船，里面的机缘完全能让他一飞冲天，镇压一个时代。自从来到这颗星球之后，他就生怕被人发现，这下终于松了一口气了。一旁的慕容清月看着呆滞的江浩，也是微微一叹。你也别怪你爸对你隐瞒身份，他是怕你成为那些不学无术的子弟一样，一天到晚就只想着啃老。听到慕容清月的话，江浩才反应过来。妈，你不会也是哪个人族王者吧？你妈我就是个普通人，别瞎想了。走吧，我们现在前往庇护所。不行，我要上前线帮忙。江浩说完就向外面冲去，任由慕容清月如何叫唤都阻止不了。与此同时，北城门内一台台炮台已经架起，一发发导弹瞬间冲出，整整100多枚洲际导弹开始全方位轰炸，兽巢瞬间被炸出一个个缺口，不过瞬间就被后面冲上的兽巢淹没。哼，杀！三尊兽王也在刹那间出手，狂暴的力量朝着浩然城攻来，给我防住！瞬间所有阵将疯狂催动体内的气血，双方气血异象瞬间碰撞在一起。人族真是脆弱的种族。一击得手，三尊兽王脸上都浮现出惬意之色，淡然的讥讽起来。的确如此，也就冰地的人族还像个样子，这些陆地上的人族不单单实力差劲，肉身更是脆弱，不过却是美味。虎身凶兽说完，虚空一抓，一名年轻的武者瞬间被隔空抓来。真是美味啊！孽畜！就在这时，一道怒吼声传来，一道恐怖的金光从城内升腾，顷刻间就抵达城门上空。给我死！虎身凶兽也没想到浩然城居然还有一尊王者，被江源一拳轰了下来。刹那间，整个战场都仿佛安静了下来，一双双眼睛齐刷刷地看向高空中的江源。城池之上，无数战士都沸腾咆哮了起来，顿时士气高涨，大声呐喊着。没想到这里竟还有一尊人族王者。三尊兽王目光阴森地看着江源，在江源身上居然感受不到气血的流动，但是野兽的直觉告诉他，对方肉身极为可怕。一起动手，镇压对方。一人就想独占我们3大兽王，找死！江源见状，浑身气血涌动，一拳轰出，只见拳头居然爆出一连串的火星，皮肤竟被切割出一道伤口，露出了里面的琉璃之色。真是个好宝贝啊，而且还是功伐之器。如果我有此物配合，再加上自己强悍的肉身之力，战力起码能提升数个档次。想到这里，江源不由露出一丝冷笑。既然你给我送东西，那我就收下了。江源一把抓住弯刀，起源公式在快速推演，开始计算这件宝物的所有数据以及炼化的方法。下一秒，无数复杂神秘的金色文字布满在刀刃之上，开始连接在一起。江源感觉手中的这件宝物和他产生了一丝联系，呼吸之间，宝物就直接易主。同一时间，大量的信息涌入江源的脑海，得知此物乃是真正的无上宝贝，乃是星辰级阵派，名唤千幻魔图，拥有滔天威能，可随心意幻化形态。而远处的男子面色一变，只感觉到自己竟与星辰级阵派彻底失去了联系。大大！只见他气血涌动，化作一道恐怖的鲲鹏利爪朝着江源袭来，两人瞬间碰撞在一起，所过之处，无数凶兽瞬间被打得支离破碎，化作漫天血水不断洒落。狂暴的气息让凶兽大军都一阵惊惧，队形顷刻间崩溃开来。
无数凶兽拼命向后逃亡。凶兽大势已去，我们跟随王者脚步，弃城杀敌。城内的士兵热血沸腾，纷纷手握武器冲了出来，朝着兽群追去。一尊尊四方阵将也快速冲入兽群厮杀。兽王真身，虎身凶兽周身气血凝聚，肉身开始疯狂增长，瞬间化作一头30米高的巨兽。可怕的气血之力在他身上沸腾，战力瞬间暴涨1倍，达到恐怖的20巨龙之力，无限接近二荒极境。另外一尊兽王蛇人也完成了狂暴，半个蛇身足足有30米长，浑身气血浓郁程度同样达到20巨龙之力。哼，雕虫小技！江源也彻底狂暴起来，恐怖的气血之力完全绽放，一尊30丈的恐怖琉璃虚影在他身后逐渐显现，如同神魔一般耸立在天地之间。这是什么？虎身凶兽正意气风发，以为可以碾压江源，没想到他竟然凝聚了更加恐怖的气血精深，而且还瞬间锁定了他。杜好，此人不可力敌，我完全不是对手。逃！凶兽的本能让他没有丝毫犹豫，转身就跑。晚了，气血精深已经完全锁定他，一念之间，一只遮天蔽日大手朝他抓去。不要杀我！哼，给我死！见此一幕，无数人纷纷咆哮起来，无数武者的热血被激荡起来，隐隐约约在天地之间化作一条血色巨龙形象，在对天咆哮。人族气血之魂刹那间凝聚，血红的目光仿佛在巡视苍生，最后冲入江源体内，恐怖的气血疯狂增长，基础战力瞬间飙升到2龙之力才停止下来。江源目光再次看向虎身凶兽的尸体，恐怖的吸力爆发，肉身化作纯粹的气血能量被精深吞噬，基础战力再次打破极限，达到了恐怖的3龙之力。百万凶兽见此汗毛竖立，从来都是他们凶兽吞噬人族，没想到如今他们的王者竟会被人族吞噬。蛇身凶兽见状也心生胆寒，想趁江源还没注意到他就往后面逃去，身体更是不断缩小，一下子钻入兽潮大军之中。但江源的气血精深早已锁定了他。别杀我，我愿意臣服于你。我没吃过人，我真的没有吃过人。蛇人大喊咆哮着，声音带着恐惧还有哀求，以及对余生的渴望。江源却没有丝毫停手的意思，而是将他体表的血肉吞噬一空，最终化作一条白骨森森的小蛇悬浮在半空中。而江源的战力也一举突破4000万战力，40倍增幅，就是整整16亿战力，成就4荒之境。暂且饶你一命。话落，小蛇仿佛是松了一口气，双眼一闭就直接晕了过去。江源随手把小蛇扔向城内，冰冷的目光缓缓转移，看向不远处那最后的兽王。在他目光投射过去的刹那，对方惊悚的汗毛直立，眼睁睁看着虎身凶兽和蛇人被吞噬，他已经没有再战下去的勇气。随即他长啸一声，化作一头100米巨兽朝着后方冲去。见此，江源瞬间化作一道金光钻入气血精深之中，大步朝其追去，仿佛夸父追日一般，一步横跨数百米。无敌了，真的无敌了，这还是生命体吗？你确定这真是你父亲，不是什么老怪物吧？居然站在战斗直接吞了凶兽的血肉精华。他几乎被江源刚才的所作所为给吓破胆，简直是比凶兽还要凶残。我也没想到我父亲这么凶残。何止是凶残啊，你可知道就在刚才那一会，你父亲爆发出来的力量有多么恐怖吗？我父亲是人族王者，应该有1亿多战力吧？哼，1亿算什么？你父亲第一次出手的时候，战斗力就破了4亿，在吃完第一头凶兽王者的时候，战力就飙升到12亿了。等把第2头也吃得差不多了，战力更是直接飙升到了16亿。简直妖孽的不像话！与此同时，2道金光从遥远的海岸之外飞来，瞬间就抵达了人类的第一座城池。看着雄关的残垣断壁和城内密密麻麻的尸体，都愤怒地握紧了拳头。该死的凶兽一族！根据这一次得到的情报，有3尊兽王带着上百万凶兽大军朝着北方内陆而去，我们必须加紧脚步追上去。海岸线崩溃，首当其冲的就是浩然城，而浩然城主之前把浩然城副城主带回冰地。如此的话，岂不是说此时浩然城一尊人族王者都没有？2人面色一变，瞬间朝着浩然城方向飞去。见识到雄关的惨状，2人快速朝着浩然城而去。时间耽搁太久，恐怕浩然城已经……那就找到那几尊兽王，全部杀死，祭奠我们人族同胞的在天之灵。蒋婷婷声音冰冷，浑身散发无穷的杀意。就在这时，一股可怕的气血波动快速逼近。手上的测试仪在疯狂跳动，转眼间就突破1000万，达到了上亿峰值，并且还在疯狂跳动。当达到6亿的时候，2人面容顿时凝固。我们先撤吧，3荒之境不是你我可以对抗的，必须上报冰地，派遣同等实力的人王才行。就在2人说话之时，上面的数值已经超越10亿，
直到16亿的时候才停止下来。两人不由倒吸一口凉气，这等存在一把就能将他二人捏死，根本不是他俩可以抗衡的。跑，快跑！张东惊醒过来，一把抓住蒋婷婷向后方逃去，但下一秒，一道庞大的黑影瞬间笼罩他们，恐怖的气血之力一下子压迫下来。这下死定了！那庞大恐怖的身影让两人感到绝望，根本没有抵抗的想法。但那恐怖凶兽王者并没有理会二人，直接从二人身边快速飞过，并且发出一连串惊恐的啼鸣之声，仿佛见到极为恐怖的东西。这是怎么回事？两人转身向后看去，只见一尊足足35丈之高的金身巨人耸立在天地间，金色的双眼注视过来，两人只感觉全身被一股可怕的力量禁锢，丝毫动弹不得。天啊，琉璃血还有琉璃肉，居然是大成肉身，这可是显圣大能才能达到的大成肉身，他怎么可能达到这等匪夷所思的境地？这还是人吗？江源仅仅看了二人一眼，就没再关注了。给我下来！你不能杀我！我父亲是显圣大能，杀了我你也活不了。无尽的惊慌弥漫在他的脸上，见识到江源的凶残，他彻底失去了抵抗的想法。哼，你父亲若敢来，佛就送他下去陪你。给我死！看着已经失去气息的兽王，两人的眼中充满了骇然。就在这时，江源当着两人的面开始大口啃食着兽王的血肉，如此凶残的一面，吓得两人疯狂逃窜。不过江源并没有理会，继续吞噬着凶兽的血肉精华，琉璃细胞在疯狂壮大，战力再次增加，一直狂飙到5000万才停止下来。下一刻，江源的身躯开始不断的缩小，直到恢复本来的模样。和之前的气血金身相比，此刻的他渺小的如同蚂蚁，但是身体内蕴含的力量却更加恐怖。随即他化作一道光柱，朝着浩然城飞去。与此同时，张东两人一口气飞出10几分钟，才遥遥看到一座庞大雄伟的城池。几乎在两人靠近的同时，一道道璀璨的大日升腾起来，两人都松了一口气，还以为这些镇江是在欢迎他们。刚准备说话，一股恐怖的气血之力席卷来，一道金色光柱从他们上方横穿而过，落入浩然城之中。无数士兵见此纷纷疯狂呐喊，迎接他们的王者归来。江源目光淡淡扫过，随即消失在世人面前。直到江源消失，浩然城的阵将才缓缓下来。我两位人王。养生镇将率先开口，冲张东两人行礼。两人自然不敢托大，连忙回礼。江源那恐怖的威势早已把他们心中的傲气磨平。不知刚才那人是什么人？我记得浩然城副城主也已经去了冰地。此事说来话长，他乃是我们浩然城5级武官正派，实力强大。说来也惭愧，我们曾经还和他交过手呢。说到这里，养生镇将不由露出一丝苦笑，身后曾经和江源交过手的镇将更是脸色尴尬。如此人物，必须拜访一番。的确如此。其他镇将也是面露异动之色，随即化作一道道流光，降临到江源的小区门口。在他们抵达的瞬间，无数惊呼声骤然响起。我的天啊，是四方镇将，竟然足足有11尊！镇将身边的其他人，难道都是来自海防县的镇将？我的乖乖，那前面2个人是谁？江源在众人降落的刹那就感受到了，不过并没有出门迎接。众人见此自然不敢贸然进去，就站在门口，仿佛是剑圣的大臣一般，丝毫不敢发出动静。直到10几分钟之后，江源的声音才悠悠传递出来：“进来吧。”随着他的话音落下，众人才敢走了进来。随着他们的到来，本来不大的客厅立刻显得拥挤起来。坐吧。声音虽然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众人连忙迫不及待地坐了下去，生怕惹得江源不悦。两位，随我上楼吧。二人哪敢拒绝，立马随江源来到阁楼处。不过一进门，两人就被书桌上堆积如山的手稿给吸引住了。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很是复杂的文字，看起来如同公式一般，但又充满了一种未知的奥秘，让他们不自觉地沉迷其中。直到一个响指响起，两人才猛然回魂，都从彼此眼神中看到惊骇之色。这手稿绝对是极为恐怖的秘籍，仅仅只是一眼，我就感觉魂魄仿佛被吸走一般。这只是对方随手写的手稿而已，能创作此等手稿，那他的实力该是多么的可怕。一想到这里，两人更加拘束起来。这些都是我平时的一些新的感悟而已，上不了台面，倒是让两位见笑了。这些手稿记录的都是起源公式的基础阶段，就算是显圣大能也不可能看得懂，除非他们能有江源这等恐怖的天赋。两位应该是来自冰地吧？对于冰地我也很是好奇。传说冰地虽然作为人类第一前沿阵线，但资源却是无穷，遍地都是黄金啊。没错，冰地坐镇第一前线，主要有6座1000万级人口重城，里面几乎汇聚着全世界所有强者。每一座城池有一尊显圣大能坐镇，镇压着大裂缝。不过说冰地遍地黄金却也没有说错，
大裂缝之中每时每刻都会刮出元气旋风，浓郁的元气和雪花融合，就会成为一种能量物质，被称之为元石。里面有强悍的气血之力，不管是对于显圣大能还是普通人都有巨大帮助。吸收其中气血，可以快速增强自身气血之力。传闻浩然城主第一次前往冰地的时候，一口气吸收了3亿枚元石，实力整整提升了3倍，震动了整个冰地的人族高层。江源听后微微点头，看来想得到快速提升气血的方法，就得前往冰地一趟了。为了帮助妻子寻找快速提升气血的方法，江源也开始在为去冰地做好准备。瞬息之间，他再次来到北城门上空，双眼扫视一番，最后在一棵大树下停了下来。那里此时正躺着一条伤痕累累小蛇，正是蛇身兽王。虽差点被江源吞噬干净，但浑身还是充满一股凶煞之气。小蛇猛然惊醒，本能的想要挣扎，不过在看到江源之后，顿时一惊，连忙放弃挣扎。以后你就跟随在我身边，帮我处理一些事情，没有我的吩咐，不得离开我身边10米范围，若犯下一次，直接死。小蛇顿感寒意激身，疯狂点头，生怕被江源当场捏死。随即江源就来到了武吉武馆，把洪真和程启明召了过来。见过王者。都是自己人，不用如此拘谨，随便做吧。我这次来是有件事情想跟你们说一下，可是关于前往冰地的。听到洪真的话，江源诧异的看了他一眼。你怎么知道？这也不算什么难猜的事情，但凡达到4方镇江级别，都会去一趟冰地进行天赋水平的测定，不但可以知道自己的天赋才情如何，还能吸收大量的原石，而且第一次吸收可是不限量的，只要你天赋足够，想吸收多少就吸收多少，这可是难得的实力爆发期，是可遇不可求的。你在4方镇江的时候应当没去过冰地，自然没有进行过测定，现在更是八荒极境。说到这里，洪真突然一脸惊愕，仿佛想到了什么。那你战力岂不是要翻倍，甚至还可能不止1倍？哈哈，我的确准备动身前往冰地，这一次过来就是看看能不能带走震天钟。再问一下你们2个，愿不愿意与我一同前往冰地？听到江源的话，洪真微微一愣，脸上也有些纠结，最后化作一声叹息。恐怕现在不行，如果我走了，武吉武馆就暂时没人可以主持大局了，还是过段时间再过去吧。那就等我在那边稳定了，你再过来，到时候可以在那边也发展一座武吉武馆，扩大影响力。江源也明白洪真的担忧，也没再说什么，目光看向程启明。你可愿意与我一同前往？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先做我徒弟，不过你要想清楚，这一次前往冰地再回来不知道要多久以后。程启明表情一惊，没有丝毫犹豫，直接朝着江源跪拜下来。师父在上，请受弟子3拜。江源脸上浮现一丝笑意，对于程启明他还是比较满意的。好，你也不用这么快答复我，我给你几天时间好好思考，一旦你确定了，接下来几天就好好陪伴父母吧，下一次回来就不知道是多久之后了，甚至还有没有机会回来都是未知。是，全听师父安排。江源随即拿着震天钟来到密室之内，有了之前千换魔图的经验，江源很快就完成认主仪式，同时大量的信息瞬间涌入脑海，让江源不由惊骇地睁大双眼。全力施展竟能变化千里大小，这还是星辰级阵派吗？要是之前能拥有这等恐怖的武器，100万凶兽大军还不是一招镇杀？想到这里，江源不由一喜。手话落，震天钟开始震颤起来，体积在肉眼可见的速度下逐渐缩小，最后钻入江源的眉心处。随即江源也打算离开，可就在这时，空间突然出现一丝奇特的震荡感，迅速从他身上横扫而过。他的耳边甚至听到一声声不甘心的怒吼。刹那间，江源体内的气血都被带动起来，一股毛骨悚然的感觉在他心中快速升起。江源一出地面，那种强烈的怒吼声更加清晰地在他耳边回荡，充满了疯狂和无奈，还有无尽的绝望。他抬头看向天空，之前那晴空万里的空中转眼就黑云笼罩，还伴随着阵阵沉闷悠远的雷鸣声，连绵的小雨不断落下。江源的眼瞳却是猛然收缩，因为他看到的根本不是雨水，而是血水。一股不祥的预感在他心中升起。就在这时，2道金光从浩然城升起，快速朝着江源冲来。只见张东和蒋婷婷满脸的悲伤之色，在看到江源的瞬间就直接悲戚地哭了出来。我们人族险胜死了。他的声音悲凉到极致，旁边的蒋婷婷也是哭泣哽咽着。天降血雨在我们人族所有城市上空，只要有人的地方都会有血雨降临，这意味着我们人族有一尊险圣陨落了。江源身躯一震，瞬间迷悟了耳中那一道不甘的怒吼，那是他对自己种族的热爱，就连苍天都感受到了悲凉，在为这位英雄人物送行。无数浩然城的人族都在跪地哭泣，都在为这位守护人族的英雄送行。众人都是双眼通红，随即向天咆哮：不仇，不仇，不仇！
声音快速的扩散，瞬间回荡在整个浩然城。这时，一道金色长虹贯穿天地，仿佛是天地的桥梁，顷刻间就来到浩然城。江源。与此同时，一道威严至极的声音从苍穹之上传递而来。江源抬头看向天空，就见那苍穹之上出现了一张庞大的人脸，不是别人，正是浩然城城主。我在。苍穹之上再次传来一道声音，语气中带着一丝悲伤。1个小时前，我人族第10显圣大能被凶兽围攻，最后战死冰地，鲜血灌注长空，连第6古城都被轰碎，上千万武者全部战死。现命令你为浩然城新任城主，接替我的位置。1日之后，组织50万武者大军登上长虹，前往战场。我们要进攻，我们要打入凶兽大地，用千万亿万的凶兽鲜血来祭祀我们人族大能之魂。此战不死不休。声音响彻整个天地，比雷鸣还要轰鸣，化作世间唯一的声音在久久传递。遵城主之令，江源定不负所望。浩然城主微微点头，随即缓缓消散开来。浩然城全体整备，随我一同打入凶兽大地。遵令城主号令。人族城池竟突然天降血雨，竟是人族的显圣大能陨落。我紧急被任命为浩然城城主，将组织50万武者大军打入凶兽老巢。此时，一道道呐喊声从浩然城的各个城墙上响起。这时，一道道紧密的战争钟声响彻寰宇，一座座军营在快速的集合整顿，无数的运兵车和坦克开始驶出军营。天空中还有无数的战斗机随行，浩然城的12座军营全体动员。江源也不再伪装，气血达到最顶峰的状态，瞬间恢复成了他年轻时的模样。12支阵将军团率先抵达，密密麻麻的旗帜在随风飘扬，20尊阵将也全体降临。江源也看到了洪真率领着5级武馆的队伍抵达广元山，也看到了大成武馆的队伍，还有一个个学院的队伍，很多人都还稚气未脱，但是脸上却带着决然的神色。同时他也看到了江浩回到家中，正和慕容清月告别。刹那间，他就出现在江浩身边，看到年轻的江源，江浩都不由吓了一跳。爸，我也要参加这次大战。江源眉头紧皱，心中百感交集。冰地之战非同小可，哪怕是我也有生死道消的可能，你确定要去？江浩点了点头，目光坚定地看向江源。种族大义，义不容辞。哈哈，不愧是我江源的儿子。本来以你的身份，若想不去也没人会为难你。不过你武者的勇猛之心恐怕就到此为止，未来成就有限。既然要去，那就好好变强。说完，江源目光看向慕容清月，声音带着一丝柔情。我又要食言了，此行或许很久，也可能很快，但这一次我不能带你去。慕容清月眼中流下泪水，最后轻轻点了点头。就在这时，一道道长虹从冰地跨界而来，抵达一座座城市，开始疯狂征兵。江源都不由为之一振，看来前线战况越来越恶劣了，已经到了一种疯狂的程度。这个你拿着。江源拿出3个小巧的银色戒指递到江浩面前，此乃千幻魔图变化而成。这里面有我的一些气血之力，你等会将另外2个交给洪真和陈启明。父亲你放心吧，我会交给他们的。江源微微点头，随即再次悬挂高空之上，仿佛大日一般镇压一切，给人们带来心灵上的安慰。时间一点一滴过去，天空之上，一座座长虹开始疯狂的收回，上面密密麻麻站着无数士兵和各种武器装备，还有一尊尊金光闪烁的4方阵将，甚至还有一尊尊人族王者。浩然城上至镇江，下至普通人都感受到压抑的氛围，很多人呼吸都显得紧张和忐忑。当深夜3点来临，一道金光快速靠近江源，来人正是养生阵将。城主，50万大军基本已经整合完毕了，其中现役军人30万，普通武者数量20万，坦克1500辆，导弹30余枚，直升机100架，几乎是整个浩然城所有积蓄。江源微微点头，体内气血瞬间一震，他的声音刹那之间响彻整个浩然城。全军出征！随着他的声音落下，无数车辆顿时被长虹笼罩。随着长虹猛然一震，一道白色的光罩瞬间笼罩住所有人，开始脱离大地，在虚空中快速穿行，呼吸间就穿越海岸线，进入浩瀚无涯的大海之上。就在这时，一道声音传入江源耳中：做好准备，我会把你们直接投往前线战场。声音带着一丝丝紧迫感，还有一丝焦急，正是曾经浩然城主的声音。江源面色一变，目光刹那之间投射在大军之中。传我军令，全军准备！整个大军立刻在长虹上改变军队阵容，一名名士兵手中持着厚重的盾牌，严阵以待。很快，他们眼中就看到了遥远之外的一片冰极之地。做好准备！刹那间，众人就被长虹投放在一处空旷的大地之上，随即沉入地下，消失不见。当长虹消失，保护的光幕也随之散去。刹那间，寒冷扑面而来，耳边的炮火轰鸣声震耳欲聋。江源快速升空，入目所及，一支支军队正浩浩荡荡朝着一座巨大的古城而去，上面无数火炮不断开。
朝着远处那黑压压的一群凶兽奔而去。那是罗刹古城排名第6的千万级战争要塞，坐镇大裂缝最末端。没想到这里都迎来如此庞大的兽潮攻击，那其他古城会面临何等恐怖的场面？张东的声音都在颤抖着，被那潮水一般兽潮的吓了一大跳。哪怕是江源，在这一刻都感受到自身的渺小。导弹营做好准备，不计成本，全力进行饱和式打击。随着他的话音落下，成千上万的导弹拔地而起，铺天盖地的朝着兽潮冲去，瞬息之间扩散开来。中心的凶兽更是直接气化，不过呼吸间就被兽潮给补充了缺口。就在这时，一支支其他城市的军队快速朝着江源靠拢过来。人王大人，率先而来的是一名高等四方阵将，直接找上江源寻求庇护。毕竟在冰地，四方阵将也只是寻常副将，唯有跟随更强者，才有生存希望。按照我现在部署的军队整容融入进来，做好作战准备。说完，他目光凝视前方，前方黑压压一片的兽潮快速奔袭而来。蒋婷婷手腕上的战力测试机器更是疯狂发出警报声，最高战力已经达到40亿了。蒋婷婷顿时一脸骇然，目光看向江源。江源深吸一口气，恐怖的气血之力疯狂涌动起来，金色的光辉不断涌出，一尊庞大的气血金身快速的在他身后凝聚。这尊气血金身会庇护你们，我先去一趟古城，进行一次战力的蜕变。你们执掌军队，如果势不可为，就暂时后撤。那尊兽王等我出来再对付。江源快速朝着古城前进，途中不断有凶兽扑来，不过都被他一拳镇压。该死的人族蝼蚁！就在这时，一道恐怖的气血大手镇压而来，仿佛老鹰抓小鸡一样，想要抓住江源。这一击下来，成千上万的凶兽都被击杀，出手的兽王根本没管这些凶兽死活。江源这才看清，出手的居然是一尊恐怖的虎身兽王，他的目光在苍穹之上巡视，哪怕相隔数里，也瞬间锁定了江源。人族诸将，给我得来！是我们人族王者被追杀，该死的兽王，快点阻止他！城墙上的一尊尊阵将在人王的带领下快速朝着江源冲去。今天你必死无疑！虎王死死盯着江源，仿佛杀子仇人一般，刹那间居然燃烧气血前日，化作一颗红色的气血金丹钻入灵荡之中。这到底是有何仇怨？居然连气血潜力都燃烧了！给我死！完了，我人族刚战死一尊显圣，难道现在又要陨落一尊人族王者？就连苍穹之上的8尊皇者都凝视过来。看来你们那尊人族人王是必死无疑了。该死！4尊人皇面色瞬间变得狰狞，想要过去营救，却被4尊兽王给阻拦下来。给我死吧！强大的力量不断击着江源，不过江源乃是大成肉身，一身琉璃血和琉璃骨坚不可摧，不但无法崩碎他的肉身，反而在一波波冲击之下，让他的大成肉身更加完善。江源心中一动，起源攻势疯狂推演，万倍天赋的推动下，眼前一下子出现了无数未来路线，竟被他发现了一条荣登圆满肉身的无上大道。凝聚琉璃心脏，恐怖的能量疯狂破坏着所有内脏，心脏瞬间被冲击的千疮百孔，但在强大的生命力下，并没有让他瞬间死亡。大量的琉璃血在不断的修复，还不够，这样的攻击远远不够。你是想给你那死去的孩子报仇吗？江源的声音瞬间就传递出去，带着疯狂的嘲讽。我一拳拳砸死了他，临死的时候，他向我求饶，但是我怎么可能放过你们这群异族来残害我们人族？然后我撕碎了他，当着你们这群异族的面直接生吞了，把他全身血肉精华全部掠夺一空，成为我的淄博，壮大的我的器械。现在你要为他复仇，但是你能杀得掉我吗？无数人族听后肃然起敬，眼含泪水。他们知道，这或许是他们人王最后的呐喊。你该死！在强大力量的压迫下，江源终于完成了蜕变。一道充满五彩光辉的身影缓缓浮现。在看到这道身影的刹那，无数人瞬间停止了呼吸，眼瞳完全睁大。我的天啊，这居然是五彩的！镇江和王者凝聚的不朽琉璃金身不是金色的吗？怎么会有五彩的？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圆满肉身，是比皇者还要强大的肉身。古书有记载，人族的3大庇护就是圆满肉身，可万年不死不灭，不朽万岁，是真正的万古霸主。顿时，无数人一脸惊骇地盯着江源。人族在陷入短暂的沉默后，下一秒就猛然爆发。
无数人在疯狂的呐喊助威，在为江源加固他的强者之心，给他铺就一条光辉大道。江源此时全身气血沸腾，他终于完成了最重要的蜕变，有了进军万古霸主的境界。此时他距离世界顶端仅有一步之遥，下一秒，他的目光猛然看向远处的虎王，眼神之中弥漫浓郁到无法化开的冰冷。这怎么可能？虎王的身躯在不断颤抖，圆满肉身根本不是他能抗衡的，就连他们的兽皇出手都不一定能对江源造成伤害。不好，要逃！虎王猛然间醒悟过来，转头就疯狂逃窜，完全没了复仇的心思，脸上只有无尽的惊恐。江源刚想追击，不过一时间居然无法控制自己强悍的肉身，连虚空都被他踩得塌陷，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虎王快速远去。哼，我看你能逃到哪里去！江源眼中仇恨之光一闪而过，转眼看向不远处那呆滞的人王，带我去吸收原石。听到江源的话，这位人王才反应过来，顿时不由倒吸一口凉气。你还没有吸收原石，没有经过第一次的增强吗？声音落下的瞬间，无数惊呼声接连响起，一尊尊镇江被吓得眼睛都快瞪出来，连人族4尊人皇都惊得差点无法呼吸了。怎么可能？他竟然在没有吸收原石的情况下就直接达到了人王的高度，这是何等的妖孽！这等天赋简直恐怖。我们人族自浩然城主诞生之后，几乎就没再出过这等天赋惊世骇俗的存在。当初浩然城主也是以人王之境吸收原石增强，战力直接增幅飙升3倍。以他的天赋看来，恐怕是会超越浩然城主。与此同时，江源跟随那尊人王朝着古城中心而去。很快二人就来到一座巨大的圆形建筑物，门口甚至还有4尊镇将镇守。不过在看到江源的刹那，4人眼神顿时一凝，眼中浮现一丝崇拜。立刻开启辕门。是。4尊镇将丝毫不敢耽搁，连忙开启门户。人王您直接进去，我在门外等你。如果稍后追杀虎王，请带我一起。这尊王者目光炽热地看着他，甚至有一丝崇拜。江源微微点头示意，随即一步踏入。穿过传送门后，江源就来到了存放原石的秘境内。在江源出现的瞬间，一尊老者目光瞬间锁定了他。我是来进行第一次原石强化的，不知道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老者上下打量了江源几眼，确定他没有来过，这才缓缓开口。也没什么需要注意的，尽情吸收就好，能提升多少，全看你自己的天赋造化。不过一次性吸收原石最好保持在10颗左右，不用心急，你有的是时间在这里吸收。老者说完就施展秘法，一道巨大的门户缓缓打开，恐怖的气血之力瞬间涌出。江源这才看清里面的东西，眼瞳都不由一阵收缩。只见里面密密麻麻堆积着无数闪动白色光泽的石头，多得让人头皮发麻。进去吧，记住，千万不要为了节省吸收时间就大量粉碎原石，不然恐怖的气血力量会瞬间撕碎你，哪怕是大成肉身都不行。江源微微点头，随即一步踏入，随手一招，一颗原石就飞到了他的手心之中。只见原石里面不断流转的白色气流，散发着雄厚的气血力量。江源运转起源公式，瞬间就了解了全部的信息和使用的效果，随即全身气血猛然爆发，一下子就笼罩了成千上万的原石，顷刻间全部爆碎开来。可怕的气血之力瞬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你疯了！一颗原石蕴含的气血之力就高达1万战力，你爆碎这么多，会形成多么恐怖的能量团！如果吸收不完，整个古城都有可能被完全炸毁，上千万人都会死。你真的是……老者越说越激动，指着江源气的手指都在发抖。但是看着快速聚合的能量团，也顾不得其他。我和你联手，立刻吸收这些能量，不能让他们爆发！快！说话间，老者就要开始拉扯这些气血能量，但江源却没有理会，反而是撬动了更多的原石，刹那间全部捏爆，数量比之前还要恐怖，竟然高达10万枚，而且还没有停止，他又再次牵动了100万枚原石。不要再捏碎了，我们都会死的！不要！放心，我有分寸。当他声音落下的刹那，100万枚原石瞬间爆碎开来，大量气血之力被拉扯到上空，居然化作一座巨大的漩涡，里面充满浓郁至极的气血之力，逐渐凝聚成一颗白色弹丸，而且还在不断的扭曲变形，内部挤压着极为恐怖的能量，仿佛随时都会爆炸。老者见此，面容惊恐至极，眼中充满怒意。你是不是兽皇幻化而成的？就是想要摧毁我人族积蓄！给我死！大成肉身！我肉身圆满，堪比万古霸主，等同于人族第4尊庇护。这次冒犯，就算你不知罪，再有下次，严惩不贷。随即便不再看他一眼，瞬间冲到半空，一把抓住那颗弹丸，
全身爆发出恐怖的吞噬之力，弹丸之内的能量被他疯狂吸收，战力从这一刻正式踏上疯狂飙升的道路，瞬间就来到了1000巨龙之力，随即就是3000巨龙之力，而且还在飙升，转眼已经达到5000巨龙之力。恐怖的巨龙虚影在上空浮现，成百上千巨龙猛然咆哮，恐怖的龙吟声响彻了整个罗刹古城，连云层之上的4尊人皇都露出了骇然之色。实力竟然提升了10倍还多，而且还没停止，还在继续提升，简直就是绝世妖孽。就算是天赋才情最恐怖的浩然城主，和他对比简直就是像小孩子过家家，完全没有可比性。此人已经完全崛起，根本不能撼动，马上就要超越6000巨龙之力，直接成为我们人族新的人皇，简直不可思议！这才多久就直接登临了人皇宝座，就连4尊兽皇都感受到了恐惧。人族居然逆天到这等程度，烈士崛起，诞生3尊万古霸主还不够，居然又诞生1尊堪比万古霸主的圆满肉身的妖孽。人族简直是得天独厚，这个人已经成了气候，我们都不是对手，给他时间，未来不知道要成长到何等程度。而此时江源感觉自己还没有达到极限，手中的气血几乎被他消耗一空，随即他气血涌动，无数原石再次爆碎开来，疯狂朝着江源体内钻去。刹那间，他的战力再度飙升，瞬间达到9999巨龙之力，真正成为八荒极境的顶端，被世人称之为人皇的境界，距离显圣大能也仅有一步之遥。恭喜霸主达到人皇之境。江源微微点头，从他肉身圆满之时，就意味着他的身份已经位列人族霸主之位，真正的高高在上。看好我们人族原石，遵听霸主教诲。快看，我们的霸主终于出关了！天啊，他现在到底达到何等程度？随着江源降临上空，所有目光瞬间朝他看去，眼中带着无尽的狂热。霸主，那尊人王目光狂热地看着他，声音都在颤抖。随着江源出现，就等于为这场战斗画上了句号。这一场大战，他们人族必胜。我人族江源开始反攻，反攻开始。随着反攻的号角吹响，所有人都感觉身体充满了力量，无惧死亡地冲向妖兽大军。来！随着江源一声咆哮，那尊气血金身猛然崩碎开来，化作漫天气血朝着江源涌来。呼吸间，就在江源身后再次凝聚出一尊高达100丈的金身巨人。强大的气息让这些低等凶兽本能产生了恐惧，疯狂地向后逃窜。怎么可能？人族怎么会有霸主出现？人族霸主居然亲自参加战争，我们凶兽一族的霸主呢？好，快逃！我族霸主不出，我们根本无法抗衡。一尊尊兽将和兽王也顾不上其他，纷纷也向后逃亡。你们逃得掉吗？中来！随着琉璃气血的注入，震天钟开始疯狂变大，呼吸间就直接笼罩了一方天地。我的天哪，我该不会是出现幻觉了吧？一座大钟居然能堪比一座城市大小，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才能催动这么恐怖的大钟？无数人都是惊呼出声，这一幕简直是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就连江浩都不由被吓得瘫软在地。我的天啊，这可是大一击正派，没想到能在这里看到，我得把它拍下来留作纪念。你们这个落后的世界居然还有这种武器，这可是放在宇宙之中都是无比珍贵的。你们一个开始修行不足100年的文明种族，怎么会有人能使用这样的武器？这应该是大成武馆的震天钟，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哎，你换苹果16了？没有，这是我在转转上买的二手苹果15，才3300，就比新款16少了个拍照键，却便宜了2600，性价比超高的。你这么一说，我都想买了。放心买吧，现在新款升级不大，买二手真的很划算，而且转转的手机都经过多轮检测，比一般的二手更靠谱。他家 iPad 也很划算，买靠谱的二手，我推荐转转。而且我猜这应该是你父亲去过大成武馆，得到了这个震天钟。以你父亲的天赋才情，发现震天钟的神奇也不为过。你实在是太幸运了，我都眼红你，居然有这样的父亲。听到他的话，江浩内心一阵失落，他感觉他的天赋和江源相比，简直是萤火与大日的区别。你也不用沮丧，你父亲越强，对你的好处就越大。而且我已经感受到我飞船坠毁的地方，等战斗结束我们就过去，到时候我教你如何吸收原石，你的实力将会真正的突飞猛进。虽然追赶不上你父亲，但也可以死死的咬在后面。江浩握紧拳头，重重的点了点头。
好，只要你有一颗强者之心，我既然有办法辅助你不断变强。与此同时，江源已经催动震天钟锁定了逃亡的凶兽。不好，完蛋了！这一击下去，上百万的凶兽瞬间陨落在震天钟下，化作漫天血雾。整个凶兽千万大军直接少了1/10，而且江源没有停止，震天钟再次悬浮在百万大军上空，朝着凶兽碾压而下。而高空之上，四尊人皇看着江源疯狂屠杀凶兽大军，激动的疯狂大笑，逐渐对四尊兽皇形成包围。四尊兽皇脸色大变，却不能率先打破平衡，否则被人皇抓住机会就是雷霆一击。在江源疯狂砸击下，大裂缝之中再也没有凶兽敢爬出来。江源的目光瞬间锁定了藏在兽巢中瑟瑟发抖的虎王。你怎么发现我的？你真以为你逃得掉吗？在震天钟连续的镇压下，整个大地几乎都看不到数量超过10万的凶兽大军，只剩下一些侥幸苟延残喘的凶兽在疯狂逃亡。城墙之上的无数阵将乃至人王都艰难地吞咽着口水，整个天地间仅有江源一个人悬浮着。下一秒，他猛然上冲，呼吸间就穿透云层，瞬间来到上空。糟糕！四尊兽皇看到江源冲击上来，都吓得面色苍白。江源此时仿佛就是审判万物的主宰一般，压得他们喘不了气。哈哈，我看你们还怎么跑！一尊人皇看到江源到来，顿时狂喜，动手！该死！雷！看到江源出现在他面前，这尊兽皇惊愕地睁大双眼，刚想反抗，就被江源一把抓住了脖子。不管他怎么挣扎反抗，都无法撼动这个手臂。不要！一尊盖世兽皇就这样被江源当场捏死，剩余的3尊兽皇眼神之中充满了悲伤和恐惧，就连4尊人皇都吓得浑身一颤。一尊同级别的兽皇居然就这样轻易被江源捏死，仿佛捏死一只小鸡崽子一般容易。他的目光再次转向一尊兽皇，吓得他全身一颤，刚想求饶，就被江源一拳镇压。看到2尊兽皇身死，另外2尊兽皇也放弃了逃跑的想法，瞬间朝着江源冲来。哼！看着4尊兽王被江源全部吸收，4尊人皇不由互相看了一眼，都看到彼此眼神之中的惊恐。这时江源的目光才看向4尊人皇，微微点头示意。4人连忙靠近过来，表现得极为恭敬。一尊人皇张了张嘴，一时间不知该如何称呼江源。称我为江源就好，同为人族，无需拘谨。听到江源的话，4人都松了一口气。感谢霸主能来我们古城，在紧急时刻伸出援助之手。我代表整个古城的千万同胞感谢霸主。我本就是人族，生是人族人，死是人族魂，这本就是我应当的责任。你们如此，倒是让我难做了。江源脸含笑容，和之前的冷酷完全不同，多了一丝人情味，让4尊人皇不由对江源好感倍增。走吧，虽然我们战胜了这次战役，但是古城的损失也是巨大，此时更需要你们来稳固人心。随着战斗结束，江源和4尊人皇也缓缓从高空落下。就在这时，一道恐怖的能量波动从大裂缝深处传来，一道恐怖的琉璃身影从大裂缝中冲出，恐怖的气息瞬间笼罩了整个天地。这是属于霸主的光辉，顿时无数人的心都沉了下去。然而这光团在距离古城的10几公里外就缓缓停下。浩然城主江源狩猎！一道霸气绝伦的声音在众人耳边响彻起来。江源瞬间明悟过来，这是人族的一尊万古霸主，而且来的只是一尊气血金身，并非真身前来。4尊人皇顿时激动起来，连忙单膝跪地，眼神狂热地看着那道琉璃光团。紧接着一尊尊人王和无数阵将也跟着跪拜下来。人族江源遵听霸主指令，自今日起，立浩然城主江源为第4尊人族霸主，庇护人族千万同胞，守护人族万年，直至精气神磨灭为止。声音传出的刹那，无数人身躯都不由一颤。今日将设为世界节日，为江源日，举世同庆，迎人族第4尊霸主。当最后一个字落下，天空中的五彩琉璃之光开始暗淡下来，直到完全消失。这一刻，仿佛世界都静止下来，无数人眼中都感觉到震撼和不可思议。没想到他们竟亲自见证了一尊万古霸主的诞生，今后只要人族不灭，他将永存。而养生镇将听后不由老泪纵横。杀神啊，你死得太不值了！我们藏在人族大后方享受安逸，却忘记了战场的残酷，只会窝里横斗。如果你在天之灵看到，恐怕也会安息了。江源霸主。洪真难以控制内心的激动，疯狂咆哮起来。
随着他的声音响起，无数人也跟着疯狂呐喊。一条气血之龙在古城上空逐渐凝聚而成，里面汇聚着人族不屈的精气神。从今往后，人族将由我江源来守护。与此同时，无数的人王耳中都响起了人族霸主的声音，顿时激动地站在原地，随即整个人开始疯狂大笑起来。四周的镇江一脸疑惑，齐刷刷看向他。今天的计划制定取消，传令下去，今日放假，举城同庆。四周的镇江顿时一惊，不可思议地看向他。刚才我们人族霸主的声音传递而来，正式宣布我们人族诞生第4尊万古霸主，举世同庆。而今天就是霸主诞生日，你们说今日是不是要放假？所有人好好庆祝一下。四周的镇江顿时睁大双眼，随即也疯狂大笑起来。好好好，今日必须放假，都给我去玩，尽情的玩，庆祝我人族又诞生一尊霸主。消息快速朝着人族腹部传递，经过一个个城市，让无数人都为之激动振奋。与此同时，一道金光降临到浩然城中，所有人都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威压，纷纷跑出来查看。竟然是一尊人王！我们浩然城大军已经全部出动了，连城主都走了，难道又出什么大事了吗？不会吧？难道是来支援我们浩然城的？慕容雪见此不由心跳加快，他感觉这尊人王的到来可能跟自己的父亲有关。这时，两道金光也缓缓朝着天空而去，他们就是被江源留下镇守浩然城的镇将。见过人王大人。青云镇将率先开口，声音有一丝忐忑，害怕前线又传来不好的消息。那尊人王见此，脸上不由露出笑容。两位不必如此，我来此是宣告一条惊天的好消息，关乎你们整个浩然城，而且两位能被浩然城主留下，可谓是心腹啊！在这里就先恭喜二位了。见此一幕，两人不由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不知人王是有什么消息告知我们二人，只要我们能完成的，必然全力以赴。只见人王眼中闪过一丝崇拜之色，神情瞬间严肃起来。受人族霸主之命，特来宣布一件人族大事。一听到是关于霸主的事情，无数人心中一紧，整个浩然城都瞬间安静下来。自今日起来，浩然城被列为4大人族圣地之一，所有人赋予先驱之名。人王的声音落下的瞬间，整个浩然城都沸腾起来。什么？浩然城被列为4大圣地？人族不是只有3大圣地吗？怎么会突然被列为圣地？3大圣地可都是诞生过人族霸主的地方，我们浩然城被列为第4大圣地，难道是我们第一任浩然城主成为我们人族的万古霸主了吗？无数人都激动得面红耳赤，疯狂地呐喊起来。尊人族3尊霸主之一，今日列为世纪日，祝贺我们人族第4尊霸主的诞生。今日为江源日，是为人族全体节日。无数人在听到江源的名字后顿时愕然，人群中的慕容雪更是全身都在颤抖。我爸，他成人族霸主了！突如其来的消息震得他大脑一片空白，脑海中不断浮现江源那严肃却充满慈祥的眼神，慕容雪不由大声地哭了出来。小雪别哭，我们人族诞生了新的万古霸主，老师也很激动，而且我们整个浩然城都是先驱了，我们必须勇敢，可不能给我们的霸主丢脸。老师，让你们费心了，也让我爸费心了，我爸他背负着那么多，却从来不说。他说着眼睛都不由开始湿润起来。没事，你父亲若是知道你这么为他着想，一定会很高兴的，而且我记得你父亲好像也是姓江，这可是和霸主同姓啊。慕容雪眼中的自豪之色一闪而过，声音也变得坚定起来。我父亲姓江，叫江源。话音落下，在场之人顿时一脸愕然，都不敢往那方面去想，以为只是和霸主同名而已。与此同时，天空中的人族王者也是瞬间锁定了人群中的慕容雪，金色光芒缓缓降临到他的身前。尊敬的霸主之子，我遵循霸主的意志，接您去见您父亲。得到了人王的证实，无数人都震撼得浑身颤抖。刚才他们都还以为慕容雪的父亲只是与人族霸主同名，没想到居然真的是人族霸主。接上慕容雪后，人王便带着他朝慕容清月的方向而去。而此时的慕容清月正在自己姐姐家中做客。清月，快过来吃饭吧。这时，一道不满的声音从前方传来，只见一个妇女和一名中年男子缓缓走来，正是他的姐姐慕容娜南和他的长子张成。他们对于慕容清月嫁给江源是十分不满的，自然没有什么好脸色。不了，我就过来看看你。现在小雪也快放学了，我就先回去了。慕容清月也知道对方不欢迎自己，自然不想自讨没趣。妈，算了，人家不想跟我们吃饭，你还能逼着人家不成？张成一脸嫌弃，丝毫没有避讳的意思。见此，慕容清月就算教养再好，心中都不由充满怒火。好了，慕容娜南不由瞪了自己儿子一眼，连忙打着圆场。改天把侄子侄女都带过来吧，到时候让张成指导一下他们修炼，对他们会有一些帮助的。
慕容清月并没有理会，转身朝着外面走去。只是刚出到门口，一道金光瞬间笼罩下来，只见一尊人王悬浮在空中，旁边还站着慕容雪。路人见状瞬间一惊，纷纷站在远处不敢靠近。这时人王带着慕容雪缓缓落在慕容清月身前，微微弯腰行礼：“夫人，遵循人族霸主的命令，来接您前往冰地，和我们人族第4尊霸主团聚。”话落，四周众人一脸骇然，身后的张成更是吓得浑身颤抖。他们距离传音的地方太远，并不清楚江源已经成为了人族的第4位霸主。现在就走吗？是的，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前往冰地。话落，就见一道巨大的彩虹桥穿过浩然城上空，降临到地面之上。夫人，请。慕容清月没想到此事竟能惊动显圣大能，这彩虹桥可是人族显圣的神通之一。四周的人更是羡慕的眼睛泛红，慕容那南更是一脸骇然。妹妹，是妹夫吗？他现在到底是什么身份？慕容清月也处于震撼当中，并没有应答。江源大人乃我人族第4尊万古霸主，乃是我人族先驱。什么？第4尊霸主？下一秒，他整个人都瘫软在地。没想到那个他瞧不起的男人，居然在不知不觉间达到这等恐怖的高度。此时的慕容清月也终于回过神来。那走吧。人王微微点头，气血之力瞬间笼罩二人，朝着彩虹桥而去。见此，慕容那南终于哭喊起来，脸上充满懊悔。随着彩虹桥不断加速，呼吸间就已经穿过了冰地。与此同时，正在前往会议室的江源停了下来，四周的其他人纷纷一脸疑惑：“爸，怎么了？你妈和你妹妹要来了。”“妈他们要过来了吗？什么时候？”“已经到了。”江源话落，就见一道金光已经降临到他的身边，只见3道身影缓缓出现在他们身前。他们一家人终于团聚。此时不管是江源还是慕容清月，内心都十分激动。爸爸，慕容雪更是忍不住哭了出来。江源给她的震撼实在是太大了，这么大个人了，还哭哭啼啼的。4大人皇第一时间就给江源一家安排了最为豪华的01号别墅，里面可谓是金碧辉煌，奢华至极，连服侍的佣人都是清一色的宗师，主管甚至都是镇将强者，简直颠覆了慕容雪这么多年以来的认知。直到天色暗淡，江源才面色沉重的离开了，来到了一个巨大的会议室中。此时4尊人皇正端坐在一起，见江源到来，连忙起身恭迎。说一下其他古城的消息吧。我们刚刚收到的消息，大裂缝撕裂的长度已经超过了1000公里，从冰地一直蔓延到海底。虽然新增加的大裂缝之中还没有凶兽钻出来的迹象，但是不得不防。目前我们已经派遣第3航母舰队过去，相信1天之后就能抵达。不过我们4人准备先一步过去看看，如果有什么动乱，第一时间可以镇压。白月人皇说完，众人目光都看向江源，等待他的发话。毕竟他的地位在人族无疑是最高的。何时出发？我随你们一起。4人听后脸上不由一喜，有着江源随行，危险系数自然大大降低。越快越好，在那里还有不少我们人族军队驻守，一旦发生重大情况，他们必然首当其冲。好，那就出发吧。与此同时，江浩这边也打算出发。你上次说在冰地感应到你的飞船了，我准备今天就出发去寻找。现在就走吗？你不怕你那个恐怖的老爸发现你，给你救一顿再关起来？我可事先说好了，你爸救你我都没办法，我可不想跟这种变态对上。没事，刚刚电视上不是在播报吗？大裂缝又扩大了，都延伸到海床了。我父亲刚刚平定古城受潮，以我对他的了解，他绝对会过去看看。既然如此，不如我们现在就出发，早一点找到你的飞船，不管是对我还是对我们整个人族都是好事。哼，我看你是想要凭借找到飞船来跟你老爸炫耀得失的吧？他一眼就看穿了江浩的想法。不管哪一种，出发点总归是好的。现在要是不走，等我爸回来可就走不了，到时候谁知他什么时候继续出去。太美被说的也有些心动。好吧，不过还是把你爸给你的那个戒指戴上，出什么事了，或许可以联系上你老爸。我知道，我又不是傻子。两人一拍即合，随即连忙出发。只是刚到小区门口，就看到一道熟悉的身影，不是别人，正是程启明。嘿嘿，看到江浩，程启明顿时笑了起来，眼睛里面还带着狡猾的神色。启明兄，你怎么在这啊？红针馆主没让你加紧修炼啊？程启明没有吭声，依旧坏笑地看着他。江浩一时间完全没有了底气。启明，你说吧，你到底想干什么？什么也不干，带我一起。我只是出去走走，散散心而已。那带我一起吧，路上要是遇到什么危险，不至于双拳难敌4手，而且我的实力你是知道的。你怎么知道我要做什么？我自然有我的办法。走吧，路上再跟你解释。江浩二人快速朝着城门而去，路上程启明才缓缓说出他的秘密。江浩，你是不是很好奇我为什么知道你要做什么？这的确有些古怪。
那是因为我平时喜欢看一些稀奇古怪的书，尤其是看到一滴血竟能让一件厉害的宝贝认主。所以洪馆主去各个镇江那里索要好处的时候，里面就有一个小玉盘，没人知道有什么作用，但是材质很坚固。我就试着滴血下去，没想到还真给我误打误撞的认主了。这个玉盘没什么特别厉害的地方，却可以推演一些未来的片段。不过我实力太低，只能推演一些跟我实力差不多的人，不过也只能看到短时间内的未来。这样说你懂了吧？江浩听后浑身一震，一时间竟无话可说。这小玉盘绝对是大一级正派武器啊，而且还是命运类型的正派，这小子真是走天大的狗屎运了。什么是命运型正派？正派武器共计3000大类，1万小类。你父亲使用的震天钟就属于3000大类之中排行前1000的大小变化类。不过这类都不算厉害，厉害的前10类型就是命运类、概念类、因果类、时光类、生死类、先知类等等类型。而他这种就是命运类正派，排在第9，有着极为恐怖的能力。具体有什么能力，我的资料库都没有多少记载。而排在第1的概念类只存在于传说之中。没想到他居然有7等逆天的宝贝，如果你能得到他，不说超越你父亲，在极为时间内成为你们人族的第5尊霸主也是有可能的。听到太美的话，江浩心中一沉，目光慎重地看向程启明。以后这件事除了我父亲之外，不要再告诉任何人。放心，我懂得分寸，而且刚才我已经发消息过去告诉师傅了，你自己看。你发财了，这么贵的3折叠随便让。评论区领的，群里都在晒。呀，这么多人领到了，现在去还有吗？等着，我找厂商加8000份名额放我评论区置顶链接，点进去华为Mate 70、苹果16 3折叠任选，趁现在型号全，配置高，赶紧去。还真是，上线就有。那可不，厂商货真价实砸福利，评论区不拼手气升级100%得手机，现在还有10克黄金限量送，错过不补，一起领上。好嘞。两人微微点头，感情在无形间拉近了不少。现在城外戒备，我们怎么出去？我们就混到拾荒者队伍里面。现在大战刚刚结束，应该不会太森严。江浩早就有了计划，连忙道出：“这个办法不错，我刚才看过古城的一些势力划分，在北边有一个比较大型的拾荒者团体，我们混入进去会相对简单很多。估计也没人能想到，一位霸主之子和一位霸主之徒会跑到拾荒者队伍。哈哈。”说到这里，两人不由相视一笑。谁啊？哎呀，我去，刚领的手机这么快发货了。对啊，厂商年终清仓，只要点击评论区置顶链接，手机黄金轻松领，就近发货包邮到家。刚刚又加了500份现金红包，升级秒到账，不领白不领。对了，你还没跟我说，你推演的未来之中，我们此行会发生什么呢？嘿嘿，天机不可泄露。程启明说完，拔腿就跑，气得江浩牙痒痒的，连忙跟了上去。与此同时，江源和4尊人皇也顺着巨大裂缝不断前进，很快就来到冰地的海岸线。看着足足4、5千米宽度的裂缝，几乎把冰地大陆给撕裂开来。而在大裂缝之下，无数的军用设备正在不停地采集着原石。坐镇军营的3尊镇将连忙迎了上去。我等见过霸主，见过4位人皇。你们镇守此地，可知道这大裂缝是什么情况？大概是在3个小时前，大裂缝突然开始疯狂扩大，直接穿过了大陆板块。除此之外，并无其他情况发生。我记得在大裂缝扩大的时候，好像有一些很小的黑点被抛射出来，看着很像石头之类的。江源听后却是眉头紧皱，内心突然警钟大响。起源公式开始疯狂推演，在万倍天赋的加持下，竟都无法捕捉到。4尊人皇也感受到一丝不对劲，面色瞬间变得难看起来。随即江源开始推演这些东西去处，就见3个黑色光点从大裂缝中飞出，瞬间钻入地底，在大地中飞快穿行，最后在一个地方停下。江源的目光也一下子看向自己身下的大地。不好，快撤！刹那间，方圆的千米大地瞬间爆裂开来，化作一道道红色光就笼罩着江源。血色锁链瞬间缠绕住他全身所有关节，所有的环节仿佛都是被事先布置好一般，就等着他过来。江源瞬间明悟过来，目光看向白月人皇。白月人皇见阴谋暴露，瞬间化作一道金光就朝着大裂缝而去。该死的叛徒！一尊人皇这时终于反应过来，你这废物，给我滚开！白月，你这个人族叛徒，给我死！还不出手？你们是想我死吗？随着他的话音落下，大裂缝之中猛然传来一道恐怖的嘶吼声，3人的攻击瞬间消散。同时，一只恐怖的大从大裂缝中伸出，只是一个手掌竟有100米之高。见此一幕，现场之人无不是感到毛骨悚然。快联通总部，海岸线出现大变故了！
同时大量的装甲坦克从军营中快速驶出，一辆辆导弹发射车也在严阵以待，随时进行远程打击。白月，你这个败类人渣，你居然背叛人族！现在他们也看出来，这一切都是白月在背后捣鬼，就为了把江源带到此处，想用某种位置的手段杀死他。如此一来，人族不但少了一尊霸主，也能沉重的打击人族士气。适者生存，对于我而言，这个星球由谁来主宰又能如何呢？只要我活得自在就行，不要跟我提什么种族大义，种族什么都给不了我，反而是凶兽一族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白月越说越是激动，甚至有些癫狂起来。你们以为是什么让我这么快达到人皇之境？如果不是凶兽一族，我现在都还只是一个武师。你们嘴上说的是为了种族，不过就是为了保持自己的身份地位罢了。我只不过做了我应该做的。等你们这位尊霸主战死了，我的功劳的足以惊天，甚至能借此功劳成为一尊显圣大能。到时人族也会因为我得以生存，到时候我就是真正的霸主，人族的精神支柱。三尊人皇听后脸色难看至极，恨不得冲上去把他大卸八块。看在你们都要死的份上，我就告诉你们一个消息吧，这乃是血化阵，专门作为炼化之用。如果足够庞大，就算是一颗星球都能被炼化。别说是一尊万古霸主，就算是2尊3尊，被一下的笼罩都会被慢慢炼死，除非用人命填，才能减缓炼化的时间，但最后还是难逃一死。你们就好自为之吧。白月说完就化作一道金光冲入裂缝之中。这时大地开始疯狂震颤起来，一股恐怖的压迫感猛然降临，静压的三尊人皇动弹不得。只见一颗恐怖的头颅竟从大裂缝中延伸出来，竟是显圣级别的凶兽。随着显圣凶兽的出现，无尽的凶煞之气瞬间笼罩了天地，无数双诡异的眼睛出现在江源的四周。刹那间，他眼中仿佛浮现出了无数画面，看到了无数的鬼魂咆哮，也看到天地大变，岩浆在世界各地爆发，让人看不到一丝曙光，仿佛等待的只有死亡。在肉身和心灵的双层打击下，江源的肉身开始出现一道道裂纹。放弃吧，没希望了。一道道喃喃自语在江源耳边响彻起来。睡一觉吧，一切都会过去的，不会再有烦恼了。耳边的声音越来越轻柔，江源逐渐被一层白色的光辉笼罩，他的身体不断开裂，圆满肉身在不知不觉间加快了破碎。不好，这是某种心灵催眠手段，能让人沉沦进去，忘记反抗，到时无法调动气血，肉身会被慢慢撕裂，最终被杀死。几尊人皇一下就察觉到凶兽一族的意图，要是一尊霸主陨落在此，恐怕整个人族都会震荡起来，这对于抵抗凶兽一族的人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这该死的白月！这尊人皇此时双眼发红，仿佛下定了决心，转头看向二人，集我们3人之力，全力出手，打断这尊显圣凶兽的神通。他的声音坚定，带着视死如归的决心。另外二人微微一愣，脸上也露出一丝豁达之色。我崛起于微末之中，本是杀猪出生，虽没有什么文化，但是我知道做人应有所为，有所不为，为了人族，死又何妨？我们都是兄弟，你们要走，我怎么可以不陪你们呢？哼！三人催动全身的气血，疯狂燃烧自身潜力，开始极致升华。一尊人皇眼角流下一滴晶莹的眼泪，他的孩子才刚刚出生，他还没来得及去看一眼。儿子，为父走了，我相信为父会成为你前进路上的指路人，不让你走上歧路。恐怖的金光笼罩天地，连天空中的乌云都瞬间消散开来。孩子永别了。兄弟，我来陪你了。又一尊人皇冲向显圣凶兽，恐怖的爆炸声再次响起。我人族的皇者啊，该死的凶兽，我们定要灭你全族！人族之魂永不灭，记住，我的同胞们，不要为我悲伤。随着他的话音落下，整个人如同一颗燃烧的光球冲了上去，巨大的蘑菇云再一次升腾而起。这一刻，无数军人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眼中带着无尽的仇恨。与此同时，在距离上千公里外的古城之中，一声声的爆炸声接踵而来，无数人只感觉眼角有些湿润，眼泪不知何时已经滑落。就在这时，一道钟声在古城上空响起，无数人都惊愕地抬起头来，眼神中带着惊恐至极的神色。是宋行忠，居然是宋行忠！是谁死了吗？宋行忠一响代表着镇江战死，二响就是人王战死，三响对应着人皇，四声对应显圣。如果五声响起，就意味着有人族霸主陨落。此时悠扬的钟声传来，第三道钟声缓缓响起，无数人都惊恐地睁大双眼，这还是古城近10年来第一次有人皇战死。此时的古城北城跟着拾荒者的江浩和程启明舰队伍突然停止了，
连忙朝着一人询问怎么回事。那人刚想说话，3道钟声却再一次响彻起来。我们人族战死了2尊人皇。什么？在无数人惊恐之中，3道钟声却再次传来。到底发生了什么？竟然有3尊人皇接连战死！快看电视！无数人疯狂地冲入四周建筑之中。就见此时，3尊阵将高悬在天空中，正在不断地下达着战争命令。开火！无数的导弹疯狂发射，没多久，大军就来到血色光柱之下。兄弟们，如有朝一日，我再与大家同甘共苦，一起前行。说完，目光和另外2尊阵将对视，都已经了解了彼此的心意。下一秒，那尊阵将化作一道金光冲入了血色光柱之中，他的肉身被快速撕裂开来，而巨大的血色光柱也猛然一震，光辉开始暗淡下来。另外2尊阵将见此，没有丝毫犹豫，一步踏入，恐怖的撕扯之力让他们痛苦不堪，但2人脸上还带着狂笑。人族覆灭！哈哈，该我了。一名大宗师从军队之中一步踏出，义无反顾地走了进去，身体瞬间化作一道气血之力。我们说完，又是20多尊大宗师冲了进去，而后面的一名士兵也组成一个个连队，昂首挺胸地朝着光柱一步步踏入。兄弟姐妹们，请记住这里的20万大军，他们是我们人族的英雄。此时江源的内心正在疯狂震荡，耳边传来无数同胞的呐喊声，心灵也在一瞬间被撼动。加上3尊人皇最后的爆发，硬生生给江源寻得了一丝机会，终于逆境苏醒。该死的凶兽！江源怒吼咆哮起来，全身气血震荡，前所未有的愤怒简直要吞噬他的理智，双眼的金光都逐渐被红色所代替，无穷无尽的黑色雾气钻入了他的身体，一道黑色的图文在他眉心之中浮现，越来越多的黑色能量不断的涌入不朽金丹，甚至他外表的肌肤都在散发着可怕的骇人煞气。魔之极，天地一式。就在江源快要失去意志的刹那，从震天钟上得到的原始公式居然组合成一道声音，在江源耳边不断轰鸣，仿佛一尊无敌的人物在阐述天地大道。无数神秘公式瞬间冲入那完全漆黑的不朽金丹之中，不朽金丹顿时疯狂震颤起来。无数人都看到了这难以置信的一幕。你父亲居然在这紧要关头凝聚不朽金丹，想要一步登天，成就显圣，太不可思议了！连传说中的金丹凝聚积习的入魔之气都被吸引了出来，真是太恐怖了。金丹30品，10品为人，20品为地，30品为天。传说宇宙最为顶点的人物在凝聚金丹时，引动魔气入体，精气神3者合一，便能跨入那传说中的天品金丹。你父亲实在是太逆天了，一旦魔气寄生住，成就天品金丹，那就是无上天成，潜力始祖级，未来的成就难以想象。而江浩此时已经双眼湿润，他根本不在乎金丹的等级，只希望他父亲能够脱困。你别紧张，你父亲是我见过最妖孽的存在，一旦他度过魔气，凝聚天品金丹，我立刻想办法把消息传递到宇宙之中，到时肯定有无数恐怖的存在降临地球，甚至会为了收你父亲为徒而大打出手，到时候什么凶兽一族全部都要死。在魔气的不断灌溉下，不朽金丹开始疯狂震荡，每一次的震荡都会在上面增加一道光环。呼吸间，金丹上面就出现整整10个光圈，并且还在不断增加。太恐怖了！金丹15环，这已经迈过人品成就的品了。他脸上露出激动之色，这意味着江源的潜力无比恐怖，就算放在宇宙的帝国王朝之中，都是天之骄子的存在，是无数学府都要疯狂争抢的对象。只要你父亲成功了，你们整个种族都要飞黄腾达了，甚至一个个星系都要为之轰动了。此时江源的脑海中不断传来恐怖的爆裂声，半个脑袋都被炸裂，但又被大量的琉璃气血修复过来。金丹再次冲出一股恐怖的力，一道道光圈疯狂诞生，刹那间就达到了20道。我的神啊，20环了！虽然只是一闪而过，但还是被他给看到了，足足20道光环，再上一步便是传说的天品级别。坚持住啊，一定要坚持住啊！此时他的系统程序都开始有些混乱起来，疯狂地发出警告。而此时的江源只感觉全身气血在疯狂涌动，金丹在震颤的同时，甚至连血色大阵都被隔离开来，全部的力量再次爆发，瞬间席卷全身，江源坚硬的肉身竟直接爆碎开来。此时天地间只有一颗小巧的琉璃金丹在缓缓旋转，金丹之上此时足足有着21道光圈。天品金丹了！爸！看着江源肉身全毁，江浩不由悲伤的大喊出来，泪水滚滚而下。几乎在同一刻，巨大的钟声在全部古城中响起，竟是连续的5道钟声，代表着霸主陨落。一尊尊人黄人王从古城走出，望着那乌云遍布的苍穹，眼泪不由落下。霸主陨落了吗？怎么会？我人族霸主怎么会陨落了？难道我人族真的一点希望都看不到了吗？
我们人族还有希望吗？希望在哪里啊？同一时间，不管是前线古城还是海岸线的防线，一座座城市上空突然电闪雷鸣，血雨倾盆而下，仿佛苍天都在发怒，一股悲凉的气息在空气中蔓延。此日名为黑暗，这一日就是人族黑暗之日，无光之日。一声声怒吼从大裂缝中传出，那是一尊尊显圣和霸主的声音。没想到我的计谋真的成功了，一尊人族霸主被我活活弄死，这泼天的功劳简直无法想象啊！哈哈，我的选择果然没有错，错的是你们。凶兽势不可挡，霸主又能如何？还不是被弄死了？哈哈哈哈哈哈！白月，你这个叛徒，我们必杀你！哪怕我们所有人都战死，也要拉上你陪葬！说完，无数金色光团就朝着白月的方向冲去。也在此时，血阵之中的不朽金丹突然开始震颤起来，不断浮现一个个黑洞，天地间的暗物质瞬间被吸收进去，连大裂缝中的无数原石都被拉扯到半空，化作汹涌的气血能量，疯狂地注入金丹之中，周围的空间都开始扭曲起来，一股神秘的感觉从金丹之上蔓延出来，让人看一眼心中就不由升腾起一股奇妙的感觉。别看，他的声音在江浩的脑中响起，瞬间将他惊醒。现在已经是22环的天品金丹了，真是降维打击啊！一担心就自带维度力量，这难道是天品金丹的天赋能力吗？难怪对他的描述那么少，这简直是颠覆世界观，竟然自带法则之力。在他惊呼之中，金丹上的光环不断出现，转眼就来到了29环。怎么了？你没事吧？我没事，快帮我看见你父亲的金丹，一共诞生了多少环？当最后一个字落下，他的系统也完全关闭。同一时间，一道信息代码以每秒1光年的速度冲出了星系，消失在宇宙星空之间。也就在刹那间，不朽金丹再次爆发出恐怖的能量，第30道光环缓缓浮现，随即整个金丹开始沉淀了下来，不再吸收能量，安静地悬浮在天地间。结束了吗？看着安静下来的金丹，他脸上终于放松下来。死了好啊！白月，准备受死吧！一群蠢货，不去找你们麻烦，你们居然敢来送死！哼，正好把你们一网打尽，到时候用你们的气血帮我凝聚精气神，一举踏入显圣。白夜，纳命来！哼，一群蝼蚁，死！一群废物还想杀我！一尊尊阵将见状不再前进，纷纷聚拢在一起，眼中满含恨意，仿佛下定了某种决心。白月仿佛想到了什么，面色一白。如果300多尊阵将以上的存在全力爆发，恐怕连显圣都会身死。对，你们要做什么？他的声音都在颤抖，眼神逐渐变得惊恐。兄弟们，我们死战不退！一尊尊阵将人王乃至人皇的身上都开始焚烧起来，恐怖的气息瞬间压过了显圣凶兽。快动手捏碎那颗金丹，我们马上离开这里。显圣凶兽也知道形势严峻，一步朝着江源的金丹迈去，一手就抓在金丹之上，刚想动手，这时一团黑色雾气瞬间包裹住他的整条手臂，并且里面传来连续不断的咀嚼声，仿佛有着无数的牙齿在啃食着他的手。怎么回事？这时，大量黑色气体疯狂从金丹之中流淌出来，呼吸间，无数黑色颗粒瞬间组合在一起，一道人形虚影逐渐浮现。这怎么可能？我江源回来了！他的声音中充满了无穷的霸气，仿佛一尊远古的神魔在俯视着万物。见此一幕，无数人族高层都沸腾起来。是霸主，那是霸主的身影。哼！你到底是什么东西？见江源竟一招就重创了显圣凶兽，白月脸上无比惊恐，转身朝着远处冲去。哼！你要去你！
不要杀我！我不会这样轻易杀死你，我要当着所有人的面将你处死，以正我们人族之魂。我是无辜的，我也不想的。此时白月眼中满是哀求，丝毫没有刚刚那嚣张的气焰。我也是被凶手逼迫的，我要是不这样做，他们就会杀了我，甚至还要杀我妻儿。然而不等他说完，江源一指就点在他的眉心之上，一枚金色颗粒直接被吸了出来，正是他的金丹。失去了不朽金丹的能量支撑，他的身体瞬间衰老，脸上布满了皱纹。看着破碎的金丹，白月此时双眼通红，仿佛要吃人一般。但江源丝毫没有理会，随手将他朝着下方扔了出去。一尊尊人族强者瞬间冲了上去。白月，你这个该死的叛徒！那3尊人皇可都是你朋友，你怎么能无情无义到这等程度啊？此时所有人都是双眼通红，恨不得将其扒皮拆。不怪我，这不怪我。白月，敬你曾经也是我们人族的一员，我们不会为难你，但是万千人族不会放过你，你的妻子、你的孩子也不会放过你，你好自为之吧。而此时，江源的目光再次注视在显圣凶兽身上。死吧！一尊显圣强者竟抵挡不住江源的一招就被击杀了。不过江源没有丝毫浪费，将其血肉精华全部吸收，战力再次瞬间飙升。基础战力从原本250巨龙之力一举突破到15000巨龙之力。要是再使用上神脉经的40倍增幅，那将会达到恐怖的60万巨龙之力。要知道，一尊万古霸主的力量也就是100万巨龙之力，他如今已经无限接近了。而且随着他步入显圣之境，真正的神通诞生，这才是他最大的收获。恭迎霸主归来！恭迎霸主归来！此战，你们为我人族英雄，所有死去之人将树立千丈碑文，记载他们的辉煌。是。启程，我们回家。转瞬之间，众人就抵达了古城。无数镇守的士兵见此，疯狂地呐喊起来：“是霸主，他们归来了！哈哈，我们人族的英雄们归来了！”人族的儿郎们，随着江源开口，整个古城瞬间安静了下来。此战我们人族战死25万同胞，他们都是人族英雄。今日我将建立千丈碑文，记载我们战死同胞的姓名。每年今日将为人族缅怀日，所有旗帜下降1/3，所有人默哀30秒。这是江源第一次以人族霸主的身份下达命令，也是从这一刻开始，他真正重视自己的身份。下一刻，江源的目光看向白月，眼中充满无尽杀意。白月，今日就以你之血祭祀我人族战死的同袍，以你之肉弥补我人族之身。杀！众人群情激昂，在场有不少人都是战死士兵的亲人。此时怒火像熊熊烈火一般在心中燃烧。死！见白月终于身死，无数人都是脸含泪水，纷纷抱头痛哭。千丈碑文，立！刹那间，整个大地都开始摇晃起来，巨大的石碑开始一点点延伸出来，很快就超过了一栋栋的建筑物，而且还在快速延伸，直到达到3000米的高度才缓缓停下。整个石碑直插云霄，就这样耸立在古城之中。未来，任何为人族战死的勇士英雄，他们的名字不应该被遗忘，应当被记载在碑文之上，供后人敬仰。这一刻，人族之魂彻底凝聚在一起。所有人皇听令，我等听命。传达我的命令：3日之后，动员人族1000万大军，横扫一切，清除大地上的所有凶兽。我们要让这大地重新回归我们人族的手中。我等誓死于霸主脚步。好，到时候我将坐镇天地，镇压一切，把战线推到大裂缝前，永远堵住他们。随着江源的命令下达，各大人皇开始召集古城大军，为3日后的大战做好准备。而江源此时也回到了古城的别墅当中。我回来了。慕容清月眼含热泪，冲上去一把抱住江源。你终于回来了，我还以为你死了，再也回不来了。没事了，都过去了。随即他的目光又看向站在远处的慕容雪。这么大个人了，还动不动就哭鼻子，以后长大了谁敢娶你？爸爸。见此，慕容雪也冲了上去，死死地抱住他。感受到这难得的温馨，哪怕是江源都不禁动容。江浩和程启明那2个兔崽子去哪里了？他们好像一起出去了，说出去打熬气血，应该晚上就能回来了吧？那我去看看他们在做什么，正好抓他们回家吃饭。那你早去早回。
与此同时，江浩和程启明还有一个拾荒的小姑娘正蹲在草丛当中，目光注视前方，仿佛在等待着什么。你确定当初看到一条手臂就在里面，上面还有一个银色的戒指？我说你是不是个话痨啊？怎么问到现在？那绝对是一尊镇将的手臂，手上的戒指绝对是个好东西。不过不知道消息怎么泄露了，现在这么多人过来了，我们3个不一定能得到。事先说好了，你们要那个戒指，那镇将级凶兽手臂的血肉归我了。没问题。江浩二人微微点头，二人对于血肉自然不感兴趣，但程启明通过小玉盘的推测，感觉戒指里面应该隐藏着其他秘密。这时，前方大量的拾荒者小队和凶兽厮杀在一起，都在争夺着那条手臂。现在要不要冲过去？不，再等等，我们现在出手，不管是拾荒者队伍还是凶兽，都会对我们群而攻之。拾荒者里面都是一些心狠手辣之辈，可不管我们是谁。厉害啊！小贼，给我死来！说话间就朝着那名女子冲去。不好！江浩见女子居然朝他们的方向而来，连忙拉着二人逃跑。这时女子也冲出了丛林，一下就看到江浩3人，眼中的狡猾一闪而过。我拖住他，你们拿着手臂快走！给我让开！你这个贱人！别管我，快跑！见女子想嫁祸给他们，江浩也不再逃跑，转身看向那追击上来的大宗师。东西不在我们身上。黄口小儿，给我死来！这是什么？给我把他抓过来，别给他跑了！小子，你敢？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有星辰级阵牌？很吃惊是吧？还想嫁祸给我，胆子不小。看你这么熟练的样子，恐怕也是个老手了。没想到这一次阴沟里翻船了吧？我警告你，我乃是大义古城的人皇之女，识相的赶紧放了我，不然等我父亲察觉我的情况，瞬息之间就能横跨到这里，到时候你求饶都来不及。你真当我是吓大的？你要是人皇之女，会跟我们拾荒队抢镇将的血肉，是你脑子秀逗了，还是把我们都当傻子了？3言2语就能忽悠住我们？程启明也仿佛在看傻子一样看着他，但旁边的大宗师却是身躯一震，因为他在女子腰间看到了一个属于人皇身份的金牌，面色顿时苍白。原来真是人皇之女，您怎么亲自来这样的地方？您一句话，我们还不双手把镇将手臂双手奉上？说完，目光看向江浩等人，呵斥道：“你们还在发什么呆？快把大小姐给放了！”她真的是人皇之女，那怎么会穷到出来抢我们的东西呢？哼，那还有假？赶紧把本小姐给放了！女子顿时眼神倨傲起来，带着一丝得意洋洋的神色。你说是就是了，真当我们几个是傻子啊？赶紧放了吧，这真的是一尊人皇之女，不是我们可以惹得起的。然而江浩的脾气也起来了，丝毫不给面子。就算你是人皇之女又如何？嫁祸给我们，还想我们放过你？你去给我把他们2个抓起来，狠狠地揍一顿，气死我了！那尊大宗师一愣，在权衡利弊后，目光严厉地看向江浩等人。放了他，看在同为人族的面子上，我放你们离开。江浩的面色也瞬间冷厉下来，3人也做好了战斗准备。霎时间，空气中就弥漫着一股紧张的氛围。江浩，你爸来了，估计喊你回家吃饭了。江浩听后气势猛然收回。怎么知道怕了，还不赶紧放了我？然而2人没有理睬，目光环视着四周。这时，一道声音从远处传来：“该回家吃饭了。”随着声音落下，一道身影从空中缓缓落下。师傅，江源随手一招，千幻魔图就化作流光钻入了他的手心。女子瞬间从地上跃起，气鼓鼓地看着江源：“你这个做家长的搞什么？不知道野外危险吗？要不是遇到我，他们几个早被凶兽给吃了。而且我好心帮他们，他们还反咬我一口。”江源听到对方的话，顿时眉头皱起：“你现在什么都不用说，我告诉你，我爸可是大义古城的人皇，他们2个这样欺负我，没有1000万元是别想平息我的怒火。”哼，不知所谓。霸主饶命！霸主，小女有眼无珠冲撞了您，您千万不要在意啊！2人听到霸主的称呼，瞬间吓得浑身颤抖，冷汗不停从2人额头落下。同为人族，我并没有怪罪他的意思。江源话落，人皇顿时松了口气。让你别四处乱跑，就是不听，谁给你的胆子质问我们人族霸主的？而江源目光也看向身后的江浩和程启明。3日之后，1000万大军集合，你们3个全部跟着我，我去哪里，你们就跟着去哪里。爸，
江浩刚想出声，但和江源的目光对上，顿时把后面的话咽了下去。霸主，我这女儿性格一直跳脱，不服管教，您看在之后的大战之中，能否也留在您身边打打下手？江源岂能不知道对方的打算？但看到他眼底的决然之色，还是微微点头。好，那就先去我那吃点晚饭再走吧。江源将人皇带来，自然不单单是为了吃饭，也是想从他口中了解一些关于人族的近状。其实我至今都很好奇，人族的3尊霸主，还有众多险圣，为何在进入大裂缝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其实不单单霸主和众多险圣，还有8000镇江、上百人王人皇，我们人族的底蕴基本都在那大裂缝之中。江源听后也是一愣，他没想到人族居然还有如此底蕴。人族发展将近100年，尤其是最近10年时间，强者辈出，再加上冰地资源丰富，无数大宗师晋升为镇江，也有无数镇江突破极限，成就八荒极境，一尊尊人王和人皇不断产生。就算是险圣，人族10年之内也诞生了不下于5尊。险圣共分为3大阶段，第一阶段称为神通，第二阶段则是霸主，第3阶段则为灾厄。江源如今就是处于险圣的第一阶段，拥有超脱气血之力的神通天赋，而第2阶段就是肉身圆满，万古不灭。但第3阶段他却是一点都不清楚，这也是他今天为什么邀请这尊人皇过来的原因。我对险圣第3阶段灾厄知道的也不多，但是我们人族目前没有一人能达到这等程度，而在凶兽一族之中，却有一尊极为可怕的存在，不但达到了，而且正在超越这个境界，随时都会踏过险圣第3阶段，进入更加可怕的境界。听到这里，江源的身躯都不由一震。要知道险圣只是提升一个小境界，战力差距都会达到万亿，更何况是超越一个大境界。目前我们只知道超越险圣境界的那个境界为岁星境，那等境界完全无法揣测，但我们知道一点，此等境界一人便可破灭一个星球，肉身更是能够横渡宇宙真空。话音落下，江源顿时感到毛骨悚然。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人族所有强者都在大裂缝之中镇压那尊即将突破的恐怖凶兽？没错，我们人族上万精锐几乎全在其中，用最强的力量时刻镇压。至今已经过去了10年时间，但是只能延缓，根本无法阻止对方的突破。一旦突破，3大霸主将会第一时间战死，8000镇江和各大人王人皇都会战死。那时，真正的灾难必然降临，人族将会迎来浩劫。就在前几天，我们大义古城，包括我在内，所有人皇乃至人王都已经收到下面的消息，让我们安置手上的工作，立刻下去。恐怕已经快压制不住了。江源也被这个消息惊到，他没想到人族已经危急到这等程度。难道这么多年，我们人族一点办法都没有吗？也不是没有办法，但是这些办法都是无奈之举，不到万不得已，谁都不愿意进行。我们一共有2大计划，第一计划为火种计划，就是一次性发射300颗运载火箭，分10次发射，一共3000火箭。会在1天时间内全部升空，形成一个个空间站，分散10个方位，寻找适宜我们人族生存的星球。但是不管是哪个方向，凭借我们人类现如今的科技，都需要花费近20代人不断的努力，才能抵达最近的适宜星球。这是批，最终能否有一艘抵达，一切都是未知数。人皇的语气越发低沉起来，空气中仿佛都弥漫着悲凉的气息。当抵达适宜星球，我们人族的后代打开书本的第一课，就是用70亿人鲜血灵魂书写的悲壮诗歌。他们终将记住我们人族的血泪历程，还有70亿人悲壮呐喊。他们终将延续我们人族的血脉，在新的星球再度起航。我们的灵魂将会庇护他们，看着他们一步步成长。只要人族不灭，那就一毒不死不休。声音在江源耳边回荡，让他都为之动容，脸色在不断变化。第2个计划为大爆炸计划，就是在那尊凶兽突破境界的那一刻，人族8000镇江，所有高层将会全体自爆，进行最后的辉煌，点燃那颗星球的内核，和它同归于尽。我们知道，虽然我们杀不死那尊凶兽，但是我们可以重伤它，为人族更多人的撤离争取宝贵的时间。听完他的话，江源不由深吸了一口气。他知道这个计划恐怕已经施行了很久，人族的3位霸主早就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岁星境又如何？我江源90岁崛起，在短短时间内成就险胜，就算是岁星境也不会是我的终点。传我命令，6大古城停止一切工作，我需要在明天下午看到1000万大军集合的画面。是，遵您的旨意。第2天一早，江源就来到了高空之上，目光投视下方，6大古城尽收眼底。只见一辆辆导弹车开始奔赴前线，一辆辆运兵车上都是武装到牙齿的士兵，还有一支支身穿装甲的武者队伍紧跟其后。这是近10年来人族的最强阵容。
霸主，一切都准备就绪，1200万大军也全体集合完毕。幽大古城的15尊人皇全部在此，还有镇江800人，八荒之境的人王30人。好，全军出击！所有人皇坐镇四方，不要放过一个凶兽。是。随着大军前进，整个大地都在不停的震荡，哪怕隔着上百公里，还是惊动了大裂缝边缘的无数凶兽。看着那黑压压连成一条黑线的人族大军，无数凶兽都是头皮发麻。人族这是疯了吗？难道想反攻我们凶兽一族不成？简直胆大包天！快把消息传递出去！死吧！